这个卑鄙的女人，居然敢给本王下春药！我与王爷早就有婚约，可王爷却屡次想要悔婚，难道只是因为我的脸毁容了吗？不止你的脸，你的心更加肮脏。就算你用这种卑劣的手段让本王和你上床，本王也绝不会对你有一分一毫的情谊。你的每一寸肌肤，每一缕头发，都让本王觉得恶心。即便有了肌肤之亲，你还是如此厌恶我，那我便离开这个世界，再也不碍你的眼。妈呀，恋爱脑吗？为了个不爱自己的男人，选择上吊自杀，没有男人你就活不了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为什么会在上吊啊？这不是电视剧里的那个女主角吗？我怎么变成她了呀？啊！吓我一跳！你谁啊？装什么傻呀？你明天就要嫁给楚王了，你娘那个满身铜臭的商户女，应该给了你不少首饰嫁妆吧？统统交出来！哦，我知道。你就是那个尖酸刻薄、欺软怕硬的妹妹吧？放肆！哎，张嘴！眼睛干涩，舌苔厚白。你这个小姑娘平时没少上火吧？小姑娘家家的注意点自己的脾气，控制控制。别跟我废话啊！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嫁妆到底交不交？我娘给我的嫁妆，我凭什么给你啊？还有啊，我是你姐，有点规矩。臭八怪，我今天告诉你什么叫规矩！哎，你敢打我？给我上！小姐，小姐，别动我！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林若姐，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呢，只是在你的笑穴上面扎了一针，这一针下去，怎么着也能让你笑上3个时辰。你快给我解开！我告诉你，你姐我永远是你姐。还敢不敢了？不敢了，不敢了。这还差不多。林若姐，我要告诉父亲，你竟然学会了妖法！废话这么多，看来你还是没消够啊！再给你来一针。走。真幼稚。这玩意儿看上去也不是天生的，显然是中毒啊。没事儿，反正我是医生，这点小事儿难不倒我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既然老天让我变成了你，那我就会替你好好活下去，不会再任人欺辱。小姐，小姐，再不出门就误吉时了，老爷该发火了。来了，
主子，王爷这剑练的杀气好重啊，还不都是因为林若锦那个坏女人？等她入了府，本夫人一定让她好看。锦儿嫁入王府，不知是福还是祸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哭什么哭？这种丑女能嫁给王爷，是烧了8辈子的高香。赶快上轿吧，别耽误了成亲。娘，您放心，无论那个王府是什么样的龙潭虎穴，我都可以闯一闯。婚房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王爷放心，按照您的吩咐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。林若锦厚颜无耻，为嫁入我楚王府不择手段。今天，本王就让她颜面扫地。新娘子到！哎呀，这林家二小姐长得非常吓人，楚王为什么愿意娶她呀？听说那晚楚王喝醉了，最后生米煮成熟饭。皇上赐婚不好违抗，先把流程走完，回头再和离就是。新郎官到！新郎官到了，让一让啊！新郎官到了！丑女加公鸡，门当户对新娘子，拜堂成亲吧！这太欺负人了，小姐，咱不嫁了，回去吧。我林若锦今日奉旨成婚，嫁的乃是楚王殿下。纵使这一身鸡毛红冠，但谁与我拜堂，谁就是楚王殿下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的大喜之日，在座的各位，谁擅长丹青啊？不妨为我2人作画一幅，我赏黄金10两。然后呢，我就把这幅画作贴遍京城，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看出我们楚王殿下的英姿。如果这楚王殿下是公鸡，那这当今皇上又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呢？这个坏女人！放肆！口无遮拦，目无尊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只是就事论事罢了。倒是王爷你用一只公鸡跟我拜堂，到底是在羞辱我，还是在羞辱皇上？这个坏女人！牙尖嘴利，去把她的面具撕掉！我要让她当众出丑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怪不得人人厌弃。王爷倒是仪表堂堂，但这般行事，不也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吗？你。小姐，你的脸好了。真不能相信啊！这般容颜，完全配得上我们楚王殿下，还搞什么公鸡拜堂呀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没想到你的脸居然恢复了，这一切都是你苦心安排的吗？这是你的王府，应该说今天这一切都是王爷你安排的。还有这个婢女，不也是你们王府的吗？没有，王爷，我真的没站稳。我知道你不愿意娶我，我也不愿意嫁你。可既然皇上都已经赐婚了，这该走的流程是不是得走完啊？大不了走我和离呗。和离啊？你以为本王会信你的鬼话吗？王爷，你今天要是敢违抗圣旨，那我林若锦敬你这条好汉。王爷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不能抗旨啊。拜堂。
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放心，本王早晚有一天休了你。求之不得。好一个林若锦，我还真是小瞧她了。幸好王爷今晚不会跟这个坏女人洞房。主子，听闻这林若锦一直懦弱可欺，任人揉捏，怎么现在像变了一个人？我管她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要让她知道，在这个楚王府，谁说了算？姐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府里的椅子都拿去修了，就剩下这一把，这早膳只能委屈姐姐站着吃了。小姐，您才是正妃，她只是个妾室，哪有您站着她坐着的道理啊？没事儿。唉，什么正的妾的，本来我也不想做这个王妃的，到时候该离就离了。这个凳子啊，就让她去坐吧，大不了咱们拿些东西回去吃啊。姐姐，真不好意思，我手滑了。这早膳，要不你趴地上吃吧？你分明就是故意的！你凭什么弄翻我家小姐的早膳？你个贱婢，有你这么跟我说话的吗？怎么样，姐姐，你这个下人没规没矩的，我替你教训一下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当然不会。不过接下来，我希望你也别介意。说什么？什么猫？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我楚王府打人？他一个妾室，我打就打了。我可是皇上钦定的楚王妃，他柳依依刚才对我不敬，我教训他一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别以为你有圣旨就可以高枕无忧，总有一天，本王定会休了你。好啊，那王爷加油，妾身拭目以待。你。饱了，小猪，咱们走。是。李若锦这个坏女人，我一定不会跟她善罢甘休的。主子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姑奶奶就给她来点狠的。动手啊！啊！废物，用点劲儿！
林若姐，我要让你在这个王府彻底待不下去。小朱，这个是什么呀？王妃，王爷传您去书房。他找我干什么呀？萧夜寒，你找我干嘛？哇，这萧夜寒还有这么多医书呢。这要是我们两个和离了，应该算是夫妻共同财产。我带走几本，应该也不算过分吧。林若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哎呀，这不是许副将的战甲吗？当年许副将为了救王爷，战死沙场，尸骨无存，只留下这副战甲。王爷视为珍宝，从来都不准别人碰的。姐姐，就算你对王爷再不满，也不能拿这副战甲撒气啊！柳依依，你当真以为本王不敢动你？我来到这儿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这样了，不是我弄的。人赃并获，你还敢狡辩？本王只是不愿与你洞房而已。没想到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报复我，本王还真是低估了你。我前脚刚到这儿，后脚你们就来了。是你告诉他的吧？这么低劣的栽赃手段，也只有傻子才会相信。你冤枉啊！王爷，妾身对王爷之心天地可见，又怎会做出此等丧心病狂的事呢？倒是姐姐，她一向诡计多端的，先是给王爷下药，又在喜堂上公然羞辱王爷您，现在她还污蔑妾身。王爷，您可要替妾身做主啊！不知悔改，冥顽不灵。来人，把这个女人给我关进柴房，不批完柴房所有柴，谁都不许放她出来。萧夜寒，萧夜寒，我真想给他做一个脑部切片，看看他脑子里面到底长的是什么东西。哎呀，姐姐，你这被关在这破柴房的滋味儿怎么样呀？妾身怕你寂寞，特意来陪你说说话。九哥，你看，就是这个恶女人，她毁了你爹的战甲。你这个坏女人，竟敢弄坏我爹的战甲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这个小孩，到了你这个年纪，该懂的都该懂。你该擦亮你这个小眼睛，好好看一看，到底谁是好人，谁才是坏人。这九哥可是许副将的遗孤，王爷收养他之后视若亲生，他在王爷心中的位置啊，可比你高多了，是你能教训你。九哥啊，等会儿见到王爷，知道该怎么说吧？我要告诉义父，王妃是天底下最坏的女人，让义父赶紧把她给休了。利用一个这么天真可爱的小孩来争宠，你良心不痛啊？哎，那又如何？跟我斗，你差远了。九哥，九哥你怎么了？不好了，九哥好像被糖葫芦卡住了。卡住了，这怎么办呀？要不用水给他冲下去？不行，不能灌水，这灭了他的命的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你起来！乌卡豪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，窒息的。松开我！来人，把这个恶女人给我按住！松开我！按！我说不能灌水，松开！松开！九哥，起来！伊乌卡豪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5到15分钟。你干什么？等你们找到大夫来，黄花菜早就已经凉了。别碰我！这干嘛呀？这搞的什么东西啊？到底？
这叫海姆立克急救法，是通过给腹部施压，挤压到胸部，再让气管里面的异物排出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搞这些乱七八糟的，9个他有个什么3长2短，你就等着负全责吧。王爷，你赶紧去看看吧，王妃她要把9个弄死了。什么？林若姐，你找死！王爷，9个他没气了，他死了。让开！阿九！毒妇！连孩子都不放过！姐姐，我知道9个他因为盔甲的事情顶撞了你，可是他毕竟是个孩子呀，你就算再生气，也不能对他下此毒手啊！我今日要你以命偿命！你走开！我能救他，我能救他，他还有救。姐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9个他都已经被你害死了，你居然连他的尸体都不放过！你这样，你对得起王爷，你对得起徐副将的在天之灵吗？霍冲，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，往死里打！是。走。萧远寒，我明明是在救人，你简直就是有眼无珠！事到如今还敢狡辩？继续打，用力！扎实了。给我打！死里打！扎实了。阿九，你怎么？义父，阿九好害怕，阿九差点永远见不到您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跟义父说说。刚刚柳姨娘给我吃了一个糖葫芦，我被噎住了，然后柳姨娘又叫人在我嘴巴里灌了好多水，后来我越来越难受，就动不了了。柳氏，王爷，妾身只是想用水把9个的糖葫芦冲出来，绝对没有要害他的意思啊！无用蠢妇！阿九，然后呢？然后不知道是谁在我肚子上按了好久，糖葫芦被按出来了，再然后我就晕过去了。没事，我们现在没事了啊！来人，把阿九抱下去，让大夫给他好好检查一下。是。柳氏胡乱施救，险些害了阿九性命，禁足半月，再罚他1年月令。是。王爷还打吗？还不赶快把王妃送回房去？是。我讨厌这该死的封建社会，一言不合就打板子，简直是没有人性。等，这王爷下手也太重了。该死的小野汉，你让他给我，我轻点，轻点。萧夜寒，你这个人还有没有点礼貌啊？进别人房间你不知道先敲门？整个王府都是本王的，何须敲门？宫中御赐的金疮药，本王赏你的。要不是看在你救了阿九的份上，你就算死，也不关本王的事。王爷还真是猴子学走路，假惺惺。你当初若真的在救人，挨板子的时候为何不辩白？你耳朵聋啊？我说了那么多遍，你信吗？你心里面不都一直认为我是心思恶毒吗？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，你不都一直觉得我是居心叵测吗？当初你还给本王下过药。一码归一码，反正许福将战甲被毁一事与我无关，你爱信不信。可笑，你以为本王是无知小儿，任你欺骗了？行啊，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不信，那咱俩也别在这扯有的没的了。
干脆离了算了。林若锦，你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欲擒故纵这套对本王无效。普信男，从古至今走到哪里都有普信男。王爷，查证过了，战甲上的脚印果然是柳侧妃的。把柳氏的一日三餐改为一餐，再罚他抄100遍女妾。那王妃那边？本王向来是非分明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哪怕像她这种女人，也不破例。想个法子补偿一下便是了。王妃明日回门省亲，肯定会求王爷陪同一道，不如王爷给个面子，开个恩。哼，便宜他了。这脸上的毒算是解了，可这下毒之人还没找出来呀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搞的鬼。小姐，该出发了。这是您让我找人打造的东西。这些都是干什么的呀？这个可全都是我吃饭的家伙。你跪下！我要骑大马。小宝乖，待会儿再骑，咱们先迎接王爷啊！已经日上3竿了，那个女人还没起床吗？明知今日回门还如此懒惰，成何体统？王妃她1个时辰前就独自出发了。哼，算得还有些自知之明，知道本王不会同她回去。王爷，您昨天不是还说要给她一个面子吗？你听错了。不会啊，王爷，昨天属下听得清清楚楚，绝对不会错的。从今日起，你的一日三餐也改为一餐。我娘，姐儿，姐儿，你的脸好了，太好了，妹妹的脸好了，在楚王府想必更得楚王宠爱了吧？哎，王爷呢？我没叫他，自己回来的。说的好听，我看你是被王爷厌弃，不愿意陪你回门吧？要不是皇上赐婚，王爷又怎会娶她为妻？现在脸好了又怎样？还不是要遭王爷厌弃？我看啊，过不了多久，王爷定会休妻。那我还求之不得呢。废物！本以为能嫁给王爷，为家里添些助力，没想到你竟如此的无用，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。哼！怎么，父亲你一直自诩文官清流，到如今沦落到卖女求荣了？早知道当初你怎么不多生他10个8个女儿，全都嫁到宫中？那个时候父亲您可就有滔天的富贵了。你是个义女！老爷，别跟他置气。你少说2句，别再惹你父亲生气啊！哎呀，老爷，你看姐儿好不容易回家一趟，要不咱先吃饭？哎，老爷，老爷。来，多吃点啊！去了王府几天，都瘦了。哎，小宝，打坏人了！打坏人了！哎，你干什么呢？赶快给我娘道歉！二小姐凶什么凶啊？人家小宝还只是个孩子，你又何必跟个孩子计较呢？就因为还是个孩子，就更应该好好管教。他现在都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该懂的事情也该懂了。一味的纵容，只会越来越坏。姐
锦儿，算了算了，不打紧。老爷，咱小宝昨天在马市看中一匹骏马，非要吵着闹着要买，也不贵，才800两银子。买，只要小宝喜欢，就算是天上的星星，老夫也去给他摘下来。谢谢老爷。可是妾身问了账房，说是账上的银子不够呢。你是怎么涨价的？账上这点钱都没有吗？这几年，我的那些铺子一直亏损，府里开销又越来越大。姐姐就别在咱大家伙面前哭穷了。你给了你女儿多少嫁妆？你不说，想必在座的各位心里都清楚，是把咱府里这1年的银子都给出去了吧？什么？真是胡闹啊！嫁给这么一个蠢货，要给这么多的嫁妆吗？真不该让你这个商后之女来涨价。有完没完了？我倒是想问问父亲，你每个月的俸禄是多少？林府整月的开销又是多少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看来父亲是不愿意说呀。那我就帮您来算笔账吧。父亲官居4品，在大俸的制度，您每月月银80两，俸米50担，而林府整月的开销高达白银1000两。那么我想问问父亲了，这多出来的银子是从何而来啊？难不成父亲平日里贪赃枉法？胡说八道！老夫一生为官清廉，从未做过贪墨之事。就算是圣上派督察院来查，老夫也丝毫不惧。行，既然是这样，那这多出来的差额到底是从何而来啊？蓝姨娘，你那个官居7品的爹，有事儿没事儿逢年过节就来这里打秋风，那看来他也没什么积蓄吧？没错，府里用的银子都是他的，但我好歹也是正经的官家小姐，他呢，不过是个商户之女，要不是手里有几个臭钱，哪轮得到他做这个当家主母？你既然说我母亲身份低微，还心安理得花他的银子，那你岂不是自甘下贱？你贱人，你敢说我娘下贱？起开！你竟然敢推我！老爷，你看看，放肆！蠢妇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东西，满身铜臭，毫无教养，简直跟你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铜臭！当初要不是我娘出钱供你读书，就你一个穷书生，能一路科考平步青云。你现在倒是当大官了，对我母亲不但不感恩戴德，反而对她百般羞辱。我倒是想问问父亲您这么多年的圣贤书，难道是读到狗肚子里了？姐儿，快别说了！反了！你个大逆不道的东西，你竟然敢骂老子！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！老爷，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今天非要打死他！你敢打？我是楚王妃，你敢打我，就是在打楚王。你竟然敢骂老子！我今天非打死你！千万别跟他让开！娘，今天非把他打死！我是楚王妃，你敢打我，就是在打楚王。哼，你拿楚王来吓唬我，你个被他厌弃之人，希望他来替你撑腰吗？我楚王妃的身份是皇上钦定的，上了皇家玉牒。父亲若是敢违抗皇令，那就是放着皇家颜面而不顾，你敢吗？哼！站住！父亲您身为礼部郎中，难道不懂得朝廷礼法吗？顶撞王妃，应当如何？老臣刚才多有冲撞，请
请王妃恕罪。娘，我们走。何必为了我跟你父亲闹？这种日子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哎呀，娘，你说你既然过得这么不幸福，那你为什么不和离呀？这种话可千万别再说了。女子出嫁从夫，就算有天大的委屈，也只有受着的份儿。可女人也是人啊，那是人就有追求快乐和幸福的权利。什么三从四德呀，全都是封建糟粕。你在王爷面前可千万别再说这样的话。王爷，密谍传信，科举舞弊案有线索了。人在何处？京郊竹林。参见王爷，小人信不辱命，证据到手了。好，辛苦你了。小心！快把人带走！走！追！母亲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脸上这块红斑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当然记得，你14岁那年高烧了3天3夜，差点醒不过来。我当时被吓得6神无主，多亏了你大姐日夜不眠，亲手为你熬药喂药，才把你给救了回来。只可惜，从那之后，你脸上就生出了一大片红斑。母亲，这是府上刚做的糕点，您和妹妹边吃边聊吧。来得正好，我刚刚还在跟简儿说呀，5年前多亏了你，帮她捡回了一条命。母亲跟我何须客气，我亲娘走得早，是母亲亲手把我抚养成人，这份恩情我永远铭记在心。我今日来，其实是来向母亲赔罪的，都怪我没有打理好铺子，害得账上银子短缺，让您被父亲责骂。傻孩子，做生意有挣就有亏，很正常，你不用太过自责。我有一个主意，现在行情不好，若是能变卖掉1半店铺，把钱用来开拓新的业务，母亲觉得如何啊？不妥，这些铺子都是我娘家祖传下来的，积累深厚，不可随意变卖。是我冒失了。我脸上的毒斑是由黑猪草造成的，此物属于狐药，产自西域，珍稀罕见，京城中只有皇家医馆才有售卖。那如果我找到了销售记录，下毒之人不就水落石出了？皇家医馆，霍冲。大夫，快啊！大夫，怎么样了？救不了，剑上有毒，且中箭处靠及心脏，一旦拔剑，必死无疑。老朽实在无能为力。大夫，求求你再试试吧，
万一能救活呢？就是大罗金仙来了也没用。是你，松开我！你还跟踪我？谁说我跟踪你？我是来找大夫的，松手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放开我！瞳孔扩散，毒素已经侵入心脉，需要马上手术。我需要救他！毒妇，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的命，那本王就先要了你的命。松手！松手！王爷，王爷，你没事吧？王爷，哎，王爷，王爷，毒妇，你对本王做了什么？也没什么，我就是给你扎了一针毒药而已，先是四肢麻痹，如果不及时服用解药的话，你就会全身溃烂而死。哎，你松开，松开！你竟敢给我家王爷使用毒药，赶紧把解药交出来！想要解药，那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过来帮忙，快来！住手！你给我住手！刀。李若锦，本王叫你住手，你听到了没有？镊子。毒妇，住手！再折磨他，本王就把你碎尸万段！毒妇，擦汗。给我擦汗！哦，哎，可以了。这个人吵死了。不许动他！给，把他嘴堵上。你住手！王爷，对不住了。针。手术很成功，他要不了多久就能醒了。神乎其技，神乎其技呀！姑娘简直是一仙下凡，老兄佩服。别，大夫，您谬赞了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好。解药呢？我给他下的只是普通的麻药。再说了，现在药劲儿早就已经过了。起开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哎，没事吧？大夫，你是否记得5年前有没有人买过黑猪草？黑猪草？这黑猪草毒性巨大，价格又昂贵，基本无人问津。倒是5年前，确实有人来医馆买过它。那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人的长相？那女子戴着面纱，看不清长相。不过老朽记得，她左手手腕有一颗红痣。都怪我没有打理好铺子，害得账上银子短缺，让您被父亲责骂。是他。
李郎，李郎，哎，讨厌。每次都只这么点儿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攒够银子远走高飞啊？这个老女人，说是让我打理铺子，实际上对我防备的很。我要是想拿到钱，可没那么容易。养人鼻息的日子不好过，要我说，干脆把这些铺子全都据为己有。你可有主意？你可真坏！我还有更坏的呢。娘，还是你最懂事。你来干什么？这儿可没你的位置。这是我攒了几年的提己钱，姨娘拿去给小宝买马吧。哼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姨娘别误会，我只是心疼小宝。如今家中银钱短缺，可怜他小小年纪，也得跟着一起受苦。你还好意思心疼小宝？还不是因为你经营不善，连区区几个铺子都打理不好。姨娘有所不知，这铺子名义上是我在打理，可实际上全都是大夫人在背地操控。可恨他思想保守，不懂变革，估计要不了多久，铺子就全部被他赔光了。那怎么行？那到时候我们全家不得陪着喝西北风啊？要是姨娘能从母亲手中夺来铺子，再交予我打理，我保证每年能赚到这个数，5000两，5万两，还不赶紧给大小姐赐座，没眼力见儿的东西！是，12间铺子，总共亏空了10万两。你们两个真是好大的胆子，就不怕掉脑袋啊！二小姐，二小姐饶命啊！这都是大小姐逼我们干的。我问你，5年前的这一夜去哪儿了？哎呦，二小姐，小人真的不知道啊！这账册平日都是大小姐亲自保管。你想不想要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？请二小姐明示。你把大家都喊来，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？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这些年我娘的铺子呢，年年亏损，导致府里面的月银亏少，入不敷出。你还有脸说这个？你看看咱们家现在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，连匹小宝喜欢的马都买不起。既然姐姐不善经营，那就应该把铺子的管理权交出来，交给更有能力的人去管理。老爷，若是把这些铺子交给妾身管理，我保证每年能进账3万两。真的？那当然。好，你赶紧把手中的铺子交给兰儿。这些全都是我娘的陪嫁，凭什么让她交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姐姐既然已经嫁进了林家，那就是咱们林家的人，这些铺子自然也都是林家的铺子。说的没错。你今天若不把铺子交出来，我非休了你不可。母亲，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，您就把铺子交出来吧。心儿，你真是好一出逼宫大戏呀！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林锦仙，你可知罪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带进来。
你这到底是要做什么？我彻查了铺子里面所有的账目，其实这些铺子啊，年年都有盈利。那为什么账上还没钱啊？问得好，因为我们这一群人里面啊，有一个蛀虫，贪了足足10万两啊！10万两？掌柜的，你来说说。是大小姐，她仗着夫人信任，从不查账，明里暗里从铺子里支银子。她还威胁小人，要是敢说出去，就杀光小人全家。你胡说，我没有，肯定是你贪污了这些银子，还妄想栽赃陷害于我。小人所说句句属实，若有半句虚假，愿天打雷劈。哎，我看你这次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心儿，这是真的吗？是你们母女2个人合起伙来污蔑我！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。行，那咱们就说说5年前你害我脸毁容之事。什么？5年前我根本就不是因为发烧才毁容，是因为他给我下了黑猪草之毒。我没有。锦儿，你会不会是弄错了？小朱，带人进来。这位是皇家医馆的刘大夫，黑猪草只有在皇家医馆才能买得到。刘掌柜，你一定记得买药之人吧？是的，老朽记得，买药之人，左手手腕处有一颗红痣。可否是这个？就是他。不是我根本没有买过什么黑猪草，肯定是你污蔑我贪污不成，还想诬陷我下毒。掌柜，黑猪草多少钱一条？500两整。谢谢，2位可以请回了。巧了，5年前的5月17日，你恰好从铺子里支出了500两。这件事情，该不会是巧合吧？你胡说，我没有。你有什么证据啊？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你还想怎么狡辩？不可能，这账册是假的。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真的那页已经被我撕。你承认了？大家听到了，他自己承认了，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他做的。锦儿可是你的亲妹妹啊，你怎可下毒害她？这5年来她过得如此痛苦，你难道就不内疚吗？我凭什么内疚啊？她只痛苦了5年，我呢？自从我娘死后，我没有一天是不痛苦。凭什么她有钱又有颜，还有亲娘疼爱，而我却什么都没有？是啊，我就是嫉妒她，我就是要毁了她。走开！这么多年我对你视如己出，只要有锦儿的，就绝对不会少了你那份儿，你何苦还不满足？你少假惺惺了！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对我好，都是为了你那个贤良的名声。对我，何曾有过半分真心？什么视如己出？我呸！我娘若不是真心待你，怎会把铺子交给你打理，让你贪了这么多的钱？你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坏东西！孽障！下毒之事我就不追究你了，赶紧把贪污的银子给我还回来！银子早就被我藏起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死，也不会让你们得到1分。你进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什么人？凭什么抓我？李郎，放开！大姐，你贪污的那些银子，是不是都给你这位情郎花了？什么？情郎？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！我晚点再教训你！畜生！把我家的银子还回来！银子？什么银子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
不承认是吧？来人，给我狠狠的打，打到他承认为止！哎，你们敢动我，我家主子不会放过你们的！给我打！我看谁敢动手！下官参见世子。凌大人一个区区4品文官，好大的威风啊！竟敢对本世子的人滥用私刑。下官真不知道这位公子是世子您的人。错了，他只不过是本世子的一条狗，但即便他是本世子的狗，你也惹不起。世子教训的是没用的东西，连这些下三滥都对付不了，还不赶紧起来！哎，世子，他偷了我家10万两银子。是这个女人自愿赠予我的，她送我银子，我陪她睡觉，多公平！你说什么？听到没有？这银子是你女儿睡男人的嫖资，岂还有要回去的道理？站住！堂堂世子，指使自家邻人诱奸闺阁少女，诈骗巨额钱财，这已经触犯到大奉律法了吧？我当是谁呀？原来是跟公鸡拜堂的楚王妃。我爹是堂堂的忠永侯，就凭你一个有名无实的王妃，能奈我何？世子好大的威风啊！参见楚王殿下。参见楚王殿下。本王奉旨彻查科举舞弊案，目前不少证据，可都沾着忠永侯府。世子不在家静心思过，竟还敢在外嚣张跋扈，是嫌命太长了吗？微臣不敢，微臣这就回家反省。侯冲，世子，是王爷，把这戏子押到官府，即刻问审。走。世子救我！世子！世子救我！王爷，那个李玉香挨了一顿板子之后，全部都招了，10万两银子已经全部追回，并且交到林夫人手上。林锦欣也按照王妃的意思，被送到了乡下的庄子关了起来。今天的事，谢谢你啊。你救了本王的人，本王欠你一个人情。现在你我两清，不要妄想以后本王会对你假以死色。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香饽饽呀？谁都得往你身上贴。站住！本王警告你，从今以后，你再敢用那怪东西扎本王，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。你要是不惹我，我自然不会扎你。可你要是敢惹我，我照扎不误。哼！圣旨到。宣楚王、楚王妃明日进宫参加七夕宫宴，钦此。遵旨。待会儿拜见皇后娘娘，切记谨言慎行，宫里不比宫外。你要捅出什么篓子，本王定不会救你。叶寒哥哥。叶寒哥哥，真的是你。月溪，好久不见。
月溪已经有4个月零12天没有见到叶寒哥哥了。月溪以为叶寒哥哥都把我忘了。我没有。真的？哎，这就上手啦？是月溪冒犯了。无妨。你怎么进宫了？皇上将我指婚给了燕王殿下。你要嫁给三哥？月溪一想到要嫁给除叶寒哥哥之外的人，心里就好难过。都是本王的错。若本王当时不被奸人暗算，也不会与你错过。叶寒哥哥，你别这么说，都怪月溪福薄，没能嫁给自己深爱的人。姐姐，能否让我单独和叶寒哥哥相处一会儿？你且走远点。你们2个要说悄悄话，你们2个不会自己走远点？凭什么让我走？李若姐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蛮不讲理？到底是谁蛮不讲理啊？我，好歹算是你名义上的王妃吧。你在这儿和这个女人卿卿我我，哦，现在还让我给你们2个腾地方啊？姐姐，夫为妻纲，你作为妻子，怎么能在外人面前顶撞自己的夫君？你若有气，就冲我撒吧。算了，不用理这个不识好歹的女人，我们去别处。姐姐，身为女子，夫为妻纲，什么玩意儿？差里差气，气死我了！叶寒哥哥，听说你在调查科举舞弊一事，燕王殿下也牵涉其中。你想为他求情？月溪不是不明事理之人，虽然燕王殿下是月溪未来的夫君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但月溪也不会徇私的。若他真的有罪，也请叶寒哥哥不要惦念月溪，秉公执法即可。你放心，就算三哥获罪，我也会竭尽全力护你周全。月溪不是担心自身安危，而是担心叶寒哥哥你。此事牵涉众多，叶寒哥哥若没有万全的把握，切不可上报，否则恐遭反咬，引火上身。谢谢你，月溪，你总是替本王着想。叶寒哥哥，今天是七夕节，你还记得10年前我救你的时候吗？当然记得。你怎么了？只可惜，都怪月溪太贪玩，把那枚玉佩弄丢了。无妨，你的救命之恩，本王永远都会记得。光天化日，不知廉耻。殿下，皇后娘娘有请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好。
口口声声说什么不会我，还是一点都不肯通融。萧夜寒，你可真是个不通人情的榆木脑袋。小姐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对付萧夜寒，我有的是办法。月溪与夜寒哥哥说体己话，不方便外人在场。姐姐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唉，你一个有妇之夫，都不顾自己的名声与外男私会，你自己都不介意，我有什么好介意的？母后，今日七夕，既是宫宴，也是家宴，大家随意取乐，不必拘泥。多谢父皇。谢父皇。谢父皇。皇后啊，这个葡萄跟你一样甜，快尝尝。孩子们都看着呢，正经点。哦，哎，说不喂还真不喂啊！来，不吃了。你就是楚王妃，传闻你容貌丑陋，今日一见，分明是个美人胚子啊！母后，您才是艳光四射，风华绝代，在您母仪天下的姿容面前，晨曦不值一提。小嘴真甜，本宫一见你啊就喜欢。现在咱们总算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了。母后，月溪也会是个好儿媳的。啊，你不说我都把她忘了。民间七夕节有女子斗桥比试的习俗，听闻十分热闹有趣。不如月溪与姐姐比试一场，给皇上皇后取乐如何？谁不知道月溪姐姐是京城第一才女，就怕某些人自知蠢笨不堪，不敢应战。过节就过节，整这些虚头巴脑的做什么？本宫对比试没有兴趣，不比。区区作诗而已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母后，晨曦愿意一试。楚王妃这么说的话，那本宫又有兴趣了，那就比。好。那就以雪为题，请月溪和若锦现场各作诗一首，才高者为胜。月溪已有一首：冷月照寒林，雪花落无痕，孤影伴青灯，独自思故人。不错，此诗把雪夜描写得清静优美，思念故人之情跃然于纸上。月溪果然才思敏捷呀！喂，该你了。唉，一片两片三四片5、6、7、8、9、10片，笑死我了！你这也叫诗？林若锦，你这诗不会是你娘那个商户女教的吧？四弟，你这个楚王妃就这点水平，简直把你们楚王府的脸都给丢尽了。千片万片无数片，飞入梅花都不见。好诗。此诗前3句看似平常，第4句却陡然将低谷推向疾风，令人回味无穷。不愧是本宫的好儿媳啊！楚王妃的这首诗确实意境更胜一筹啊！林家从未请过教书先生，姐姐却能做出如此好的诗，此般天资，妹妹佩服。什么天资？我看就是作弊。这诗一定是你娘提前给你买好的。
你们母女俩真不要脸！郡主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在作弊？没证据又如何？那你能证明你没作弊吗？有本事，由月溪姐姐出题，再做一手。你若做不出来，就得向月溪姐姐磕头道歉。我若做出来了呢？你若是做出来，本郡主给你磕头道歉。一言为定。你出题吧。那就请姐姐以月字为题，作诗一首。楚王妃这首诗必须做得比上一首咏雪更好，才能洗脱你作弊的嫌疑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好诗，遣词质朴，读来却别有风味。望月思乡之情脱口吟成，浑然无际，且立意新颖，独具一格。不错，楚王妃的这首诗堪称银月的千古绝唱啊！诗我做出来了，郡主，你是不是也该兑现你的承诺了？林若锦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让本郡主给你磕头道歉？丹莎年幼，说话不分轻重，姐姐若如此较真，就显得不识大体了。郡主可是在替你出头，你既然这么大气，那不如就由你来替她受罚。姐姐别生气啊，妹妹也是为姐姐着想，毕竟郡主可是皇后娘娘的亲侄女，你这样公然欺负郡主，岂不是不把皇后娘娘放在眼里？哎，你可少给我扣高帽啊！君子一诺千金，这郡主是皇室中人，那说话更应该信守诺言，要不然不是更驳了皇后娘娘的脸面？放肆！你竟敢对姑母不敬，简直罪该万死！姑母，这林若锦必须重罚。好，身为皇族，自当作为表率，千金一诺，不可背弃。楚王妃这道理说得好。娘娘，她可是对您不敬。楚王妃句句在理，哪里来的不敬啊？还是在你林月溪眼里，本宫就是个小肚鸡肠、没有容人之量的皇后。月溪不该。丹莎，你不是小孩子了，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。是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，行了吧？哎，起来吧。哎，丹莎从小心高气傲，猛然被如此折辱，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办？林若锦，你身为一个女子，却如此的咄咄逼人，就算你诗做的再好，但论品行，比月溪差远了。楚王妃的2首诗实在令本宫意犹未尽，本宫有个主意，就请楚王妃和林姑娘共同作诗，就以七夕为题，如何？2人怎么共同作诗？这有何难？就由楚王妃来作诗，林姑娘来磨墨。母后，不妥啊！月溪又不是楚王妃的丫鬟，怎能替她磨墨呢？以林姑娘的气度，想必不会拘泥于这些小节。京城2大才女共同作诗，传出去也是一段佳话。皇后言之有理，来人，上笔墨。贱人，今日我非让你当众出丑不可。别动！
有了，别动。纤云弄巧，飞星传恨。银汉迢迢，暗度金风。哎，别动，别影响楚王妃作诗。后面是什么来着？啊，想起来了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好一个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啊！两情朕与皇后便是如此。又岂在朝朝暮暮？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字字珠玑，堪称千古绝句。这女人的才华之深，超乎本王想象。难道本王对她有误解之处？楚王妃这首词，独树一帜，立意高远，明写天上双星，暗写人间情侣，读来荡气回肠，感人肺腑，实乃传世佳作呀！来人，赏楚王妃珠宝10箱，绸缎100匹，黄金1000两。谢父皇。一会儿宴会结束，楚王妃随本宫来一趟。哎呀，这么多孩子呢！母后单独见我，难道是因为我给萧夜寒下药的事，要找我算账？不过刚好，反正我本来就是想和离，这下顺水推舟。楚王妃，你可知罪？臣妾知罪。母后若是要我和楚王和离，臣妾绝无怨言。你有这样的诗才，怎么不早点和本宫说？这样的大作现在才拿出来，当真是天大的罪过啊！听说你给寒儿下了药？是，臣妾自知有罪，不可饶恕。若是母后要我和楚王和离，我发誓，确实不可饶恕。本宫就罚你再做2首好诗，回头给本宫拿来。啊，你虽有错，但本心不坏，不过是对寒儿真心痴恋，和离之事莫要再提。母后，要不然这事儿您再考虑考虑。王爷对我没有半分情意，他对那个林妹妹那才叫一往情深呢。你也太小看本宫了。本宫这些年一路走来，登上后位，也算是识人无数。这女子品行一看便知。那林月溪虽表面温柔，却是一肚子心计算计。与南阳早已有婚约，还想吊着寒儿不放，本宫又岂会让她得逞？可是母后，没什么好可是的。你是本宫认定的儿媳妇儿，本宫不帮你帮谁？他日若是那林月溪再生事端，本宫就是你的靠山。林若锦啊，林若锦，就算你恢复了容貌，会写几首破诗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喜欢的男人眼里就只有我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叶寒哥哥，你最喜欢月溪了，对不对？
可光有喜欢是不够的，我是要当皇后的女人。你的生母出身低贱，自己也不受皇上重视。小南阳虽然是个宠惠，却有机会登上大位，那我就只好嫁给他了。不过，就算我不嫁你，我也绝对不允许你爱上别的女人。你这一辈子，满心满眼就只能是我一人。比试赢了我，你很得意吧？也不至于，毕竟赢你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你再怎么牙尖嘴利，在我眼中不过是个可怜虫罢了。你的夫君满心满眼都是我，仅凭这一点，你就一辈子都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唉，真是可悲。你什么意思？一个女人把自己的人生都寄托在男人身上，就为了博得男人那一点点的疼爱和怜惜，就和自己的同性勾心斗角、争风吃醋，难道这还不可悲吗？说得这么冠冕堂皇，我倒要看看，被你的夫君彻底厌恶后，你该怎么做。姐姐不要！林若锦，月溪只是来祝贺姐姐，没想到姐姐对先前的事情如此介怀，还对我动了手。叶寒哥哥，月溪害怕。毒妇，你把月溪从这么高的地方推下来，是要她的命吗？你还真是厉害啊，演得这么敬业，差点连我都陷了。本王亲眼所见，还能有假？叶寒哥哥，姐姐只是太爱你了，所以才嫉妒我，对我下此毒手。本来看你在宫宴上的表现，本王还对你有所改观，没想到你还是一样的阴险毒辣、下作至极，真是糟践了满腹诗才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最后再提醒你一次，阴险狡诈之人是他林月溪，你爱信不信？没什么，没事。叶寒哥哥，月溪，这是月溪亲手为你熬的参汤，尝尝合不合口味。太麻烦你了，月溪，以后这种事情交给下人去做就行了。叶寒哥哥怎么跟月溪生分了？还是说，叶寒哥哥有了姐姐，就不喜欢月溪了？本王不是这个意思。没关系的，叶寒哥哥要是不喜欢月溪，大可以说出来。月溪保证，以后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，惹你烦心。本王对你的心从未改变。真的。可姐姐现在变得又美又有才，叶寒哥哥迟早会喜欢她的。绝不可能。那女人虽有些诗才，可内心肮脏恶毒。本王对她只有厌弃。你对本王有救命之恩，要不是她当初横插一脚，本王的王妃只会是你。叶寒哥哥，有你这句话，月溪这辈子都知足了。王爷，妾身为你熬了鸡汤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王爷，妾身为你熬了鸡汤。你们在干什么？
你这个狐媚草，你马上就要嫁人了，为什么缠着我们家王爷不放？放肆！王爷，妾身可是为你好呀，她可是未来的燕王妃，这传出去了，王爷的名声和脸面……你够了！本王的事还轮不到你智慧，出去！飞信，飞信。啊。柳氏向来小肚鸡肠，言语刻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都怪月溪失了分寸，才让柳姐姐误会。她现在一定很伤心。月溪去劝劝她。一个林若锦没有解决，又来一个林月溪，贱人！你们都是贱人！你来干什么？你来看我笑话吗？柳姐姐，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宫宴过后，林若锦的才名已经传遍京城，想必姐姐也略有耳闻吧。用不了多久，楚王就会爱上她，到时这府上可就没有你的容身之所了。不过我可以帮你除掉他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楚王妃的位置原本就是我的，被他林若锦用下作手段夺了去，这口气我能忍吗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不是吗？那你打算怎么帮我？那个女人可不好对付啊。你只需要把这个下在她的饮食里。下毒？不行呀，你当刑部那些人都是吃白饭的呀，到时候他倒是解决了，我也完蛋了。你放心，这是狼红花粉，没有毒性的。不过若是房里有七星兰，再服用狼红花粉，他就必死无疑。你需要做的只是在他毙命后偷偷把七星兰偷出来，这样就是刑部来了也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。他死了，你就是楚王府唯一的女主人。到时我在叶寒哥哥面前美言你几句，让他扶你做楚王妃，荣华富贵还是扫地出门，你自己选择。姐姐，姐姐，妾身今日逛花市，发现这盆兰草长得很精神，特意送来给王妃赏玩。还挺好看。柳妹妹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，叫做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啊？我听说过。先前的事都是妾身的错，王妃既然已经嫁入王府，那就是妾身的主子，妾身以后一定好好服侍您。那还请王妃给妾身一个改错的机会。行，那这个我就收下了，多谢柳妹妹费心。那妾身就不打扰王妃了。这兰草好奇特呀，这叫七星兰，数量稀少，价格还不菲呢。他肯定没安什么好心，要不奴婢把它拿去扔了？哎，不用，先留着它吧。我倒要看看，他还能耍些什么花样。王妃，您的晚膳好了。
姑妈，今天这粥不错啊，您要不要尝尝？这是给王妃的粥，奴婢就不尝了。哎，别这么客气嘛，我让你尝，你就尝一口。不用，奴婢不尝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我的粥里面下毒！来人，把他拉出去。是。饶命啊，王妃，奴婢冤枉啊！饶命啊，王妃！这楚王府的下人真是无法无天，连王妃都敢毒害。他在我粥里面下的是狼红花粉，无毒。啊，这狼红花粉单独服用确实无毒，可若吸入了这七星兰的花粉，便会产生剧毒，见血封喉。是柳侧妃？是他，也不是。这狼红花粉属于非常罕见的狐药，一般人连见都没见过，再加上和七星兰混毒的这种方式，寻常人更是不可能知道。他柳依依不懂得药理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所以我猜，一定是有人告诉他。小姐打算怎么做？把消息传出去，就说吴妈在我的粥里面下毒，被我当场抓获，现在正在被严刑拷问。是。完了！听说吴妈给林若锦下药被抓了，正在被严刑拷打，怕是很快就要招了。这点事也做不好。这万一被林若锦知道是我给她下的药，那我就全完了。慌什么？别忘了，狼红花粉没有毒性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你去找个机会，把七星兰偷回来，到时就算查到你的头上，单凭一碗没有毒的粥，他们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小姐果真料事如神，柳侧妃真的把七星兰偷走了。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？什么都不用做，我们就等着他的幕后之人自己露出马脚。七星兰拿到了，我们总算安全了。哎，你被骗了，这根本不是七星兰。林若锦这个贱女人，她居然敢耍我！看来我们的计划都被林若锦识破了。可七星兰还在她手里，一旦吴妈招供了，我就完蛋了呀！你帮我想想办法呀！事到如今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你不管我了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就算完蛋了，你也好不了。我现在就去找王爷，我就说是你指使我这么干的，到时候大不了一起死。等等，姐姐别急啊，月溪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，可助姐姐脱身。什么主意啊？主意是，你死就好了。
什么？今天一早，柳侧妃被人发现溺死在荷花池，满府震惊，连仵作都来了。王妃，王爷请您即刻过去。叶寒哥哥，柳妹妹死得好可怜，你一定要为她讨回公道。昨夜此时你在哪？我在房里睡觉。可有旁人能为你作证？我睡觉一向不喜欢有人打扰。小猪在，他可以作证。对，小猪是姐姐的陪嫁丫鬟，自然是跟姐姐一条心。她说的话，恐怕不能作数吧？你们什么意思？你是觉得我害死了柳依依？把你们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昨夜奴婢在园子当值，子时左右，忽然听到荷花池旁有人争吵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王妃与柳侧妃，因此奴婢没敢上前。哪知没过多久，就看到王妃把柳侧妃推下去了。你胡说！我昨天晚上根本就没有去过荷花池。奴婢不敢撒谎，而且当时在场的不止奴婢一个。没错，奴婢也看见。你既已看清是我推他入的荷花池，为什么不大声呼救，而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溺毙而亡？奴婢们当时太害怕，生怕王妃发现灭口，所以不敢呼救。奴婢该死，请王爷责罚。丫鬟们畏惧主子，这是天性。他们固然有罪，但罪魁祸首不是他们。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说了，不是我害死的他，我和他无怨无仇，我为什么要害死他？听说昨日，厨房的吴妈在姐姐的粥里下了毒，并且已经供出是柳侧妃指使的。可有此事？的确，他先送我七星兰，后让吴妈在我的粥里放入狼红花粉。狼红花粉和七星兰相加，会产生剧毒。所以你怀恨在心，杀了柳依依。我说过不是我，而且我也不认为柳依依会知道这么复杂的要领，她一定是受人指使，而且我的目标从来都不是她，而是她的幕后之人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在狡辩？你是把叶寒哥哥当傻子吗？你干什么？他的死因是什么？溺水而亡。不可能，他是先被人杀死，后推入水中。姐姐，你怎么为了脱罪信口胡说呢？溺死之人在水中会剧烈挣扎，呼吸急促，因此口鼻之处应该有蕈状泡沫，手指应该会有泥沙和水草，气管和肺部也会有大量积水。可如果先被人害死，就不会出现以上症状。王爷如果不信，可以让仵作抛开他的肺部，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水。万万不可！妹妹已经够可怜了，怎么能因为姐姐的一番胡言乱语，就不给妹妹留个全尸啊？我倒是觉得他应该很希望看到害他之人可以被绳之以法。一派胡言！若柳侧妃真如你所说是被人杀死，那她全身上下为何没有任何伤痕？事已至此，姐姐，你就承认了吧。果然，他是让人用针刺入后脑而死。这种杀人方法既能让人死亡，又不会有明显的创伤面。这凶手心思阴毒，可见一斑啊！刚才你们两个人说亲眼所见，柳依依被王妃推进了荷花池。夜色深重，许是奴婢们眼花，看错了吧？刚才还言之凿凿，现在岂是一句看错了就能圆过去的？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们的？王妃误会了，没有人指使我们。还敢嘴硬，污蔑王妃是要诛九族的。你们不怕死，你们的父母亲人也不怕死吗？你们两个，谁要是先说出是何人指使，
我就饶你们谁一命。是他给了我们1人50两银子，是他让我们这么说的。王爷小姐，奴婢冤枉了，奴婢根本就不认识他们，更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啊！一涵哥哥，这2个丫鬟满嘴谎话，千万不可相信啊！月溪愿以性命担保，小琴肯定是无辜的。无不无辜，不是你能说了算的，要看证据。你现在可还有证据？当然，这是夜光粉，晚上遇到烛火之后会发出微微的光亮。昨天晚上，柳依依到我的房间里偷走了七星兰，便踩到了我特意为她准备的夜光粉，随后，她就来到了你的房门口。来我房间能说明什么？只能说明我们姐妹感情好，她晚上来找我闲聊罢了。别急，小猪，拉布。脚印一直到了这儿，就没有了。证明昨天晚上柳依依根本就没有离开过这个房间。那我猜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她刚刚走到这儿，就被人叫住了。另外一个人，一步一步地走向她，假装要在她耳边说些什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掏出了一根针，插进了你的后面。林妹妹，你好手段啊！不关我的事。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小琴，昨日我不在房中的时候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小姐，你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谁做的？是我做的。是我趁小姐不在的时候杀了柳侧妃，嫁祸给楚王妃。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我家小姐爱慕王爷，却被那个女人用下作的手段横刀夺爱。我家小姐心地善良，我却咽不下这口气。这一切都是奴婢的错，与小姐无关。叶寒哥哥，小琴犯了如此大的错，月溪虽毫不知情，但也有御下无方之罪。月溪甘愿受惩罚。是他自己犯罪，与你无关。火冲，把小琴给我交去刑部，依法论处。小姐杀人是死罪，小姐救救我！小姐，求求你！姐姐今天受委屈了，月溪替小琴给姐姐道个歉。一个奴婢心甘情愿地替主子顶罪，你们主仆二人关系不错呀。姐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惹我一次，我就拔你一颗棋子。我倒要看看你身边究竟有几个小情可用。报！王爷、王妃，皇后娘娘病重垂危，皇上宣二位即刻进宫。什么？皇后情况如何？娘娘突发凶病，脉象已经微弱欲绝。微臣虽然用了药，但恐怕凶多吉少。凶病？那不就是现在的心肌梗塞吗？废物，治不好皇后，朕要你的脑袋！皇上明鉴呢，微臣已经尽力了。可是此病乃是凶险无比，它是出了名的绝症啊！医书上记载，得此病者
说，单发西死，西发单死啊！父皇，皇上，父皇。皇上这是急火攻心，好在并无大碍，服些安神的药即可。反正母后也好不了了。父皇，我来照顾父皇。父皇，慢点，小心，父皇。母后，母后，抢救及时的话，还能有一线生机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能治母后的病。连太医都束手无策，你那微末的医术又有什么用？本王绝不允许你拿母后的身躯冒险！出去！你找死！再多一句废话，母后就多一分危险。起开，别碍手碍脚。住手！住手！给本王住手！不许你胡乱医治，伤害母后！住手！糟了，那药！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对母后胡作非为！母后危在旦夕，你还敢胡乱吃药，你这是在害死她！母后，小爱涵，母后，母后，你醒了。陛下，从脉象看，娘娘的病竟大有好转呐，想来要不了多久，便可痊愈。太好了，涵儿，你的王妃救了皇后，这份功劳朕记下了。等皇后痊愈，朕重重有赏。多谢父皇。谢父皇。起来吧。本宫先前虽然病重，但神智尚在。你为了救本宫，差点被涵儿所伤，委屈你了。不论是身为臣媳还是医者，救治母后都是我的分内之事。臣媳不觉得委屈。这是本宫的令牌，见它如见本宫亲临。本宫把它送给你，从今以后，除皇上外，谁都不能动你。谢谢母后。上次宴会，本宫就觉得你诗才惊艳，没想到你在医术上也有这等造诣，真是了不起。涵儿能娶你为妻，是她的福气。母后，您过奖了。月溪见过娘娘，娘娘可觉得好些了？好多了，多亏了楚王妃，回头本宫准备让涵儿替我好好谢谢她。在我大凤，治病救人需要行医证明，但据月溪所知，姐姐似乎没有行医资格吧？若是为了领功，贸然给娘娘治病，此间若是有了什么闪失，这个责任，姐姐你担当得起吗？楚王妃，你当真没有行医资格？回母后，臣媳的确没有。娘娘，你听见了，她自己都承认了，她无证行医，触犯了大凤律法。
这可是犯了大错。无证就无证，你一口一个姐姐喊的倒是亲切。楚王妃犯了错，你这么高兴做什么？月系没有，娘娘误会了。楚王妃虽无行医资格，但明知触犯律法，却依然挺身相救，这等赤子仁心，堪为天下医者表率。来人，立刻给楚王妃颁发行医资格文书。谢母后。娘娘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姐姐她违法行医，这是置您的生命安危于不顾啊！理应杖责5师才对，您就这么饶过她，我都替娘娘觉得委屈。委屈？本宫都不觉得委屈，林姑娘有什么可委屈的？楚王妃与本宫有救命之恩，可你却处处针对她，难不成本宫康复你很不满意？娘娘息怒，月系不敢。对对对，林妹妹呢，只是一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了而已。母后，您随便杖责她10棍8棍的，小惩大戒一下便可。娘娘饶命啊！月系只是担心娘娘的安危，绝无他意。既然林姑娘这么关心本宫，那便去佛堂抄100遍《金刚经》，替本宫祈福吧。抄不完，不得再入宫。是。都怪林若锦那个贱人，撞大运救了皇后，现在皇后明里暗里偏帮着她，可气死我了。不仅如此，萧夜寒生母出身微贱，父皇原本对她并不重视，可如今明显已有改观。再这样下去，她迟早会威胁到本王的地位。如今林若锦天天在皇宫给皇后侍寝，若是在此期间皇后出了什么问题，皇后出事，林若锦必定难逃其责，萧夜寒也从此没了靠山，岂不任人揉捏？如此一箭双雕，妙啊！母后的病，当真已无大碍。本大夫出手，自然是药到病除。先前是本王低估了你的医术，本王视母后如生母，你既然救了母后，本王自然会好好报答你。哼，真是难得啊！王爷竟然也有狗嘴里吐出象牙的时候啊！大胆！你这到底是何妖物？为何能瞬间榨干本王的力气？此物叫做麻醉针，一针下去，轻则四肢麻痹，无法动弹；重则意识全无，被人开膛破肚都不知道。你这女人，会的竟是这些凶残手段。害怕啦？我告诉你，你以后要是再敢惹我，我照样一针伺候。困了，睡觉。哎，这屋内就这一张床，你睡了，本王睡哪儿？你打地铺呗。本王堂堂王爷，岂能睡地上？难不成你还想跟我同床共枕啊？你不知羞耻！睡觉。
妃，王爷，王妃，王爷，皇后娘娘又不好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楚王妃，你不是说皇后的病情已经无碍了吗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前些天，皇后娘娘的病已经有所好转，如今却反而更严重。若不是姐姐贪功冒进，给娘娘用了虎狼之药，这才掏空了娘娘的身子。父皇，母后这症状像是中毒。中毒？一派胡言！母后好端端的，怎么会中毒？依本王看，就是你医术不精，治坏了母后。皇后宫中哪儿来的毒药？这件事情确实蹊跷，还请父皇让我仔细查看一下，我找到病因才好对症下药啊。父皇万万不可信他，什么中毒？我看就是你为了脱罪找的借口。因为姐姐的治疗，母后如今生死未卜，断不可再有任何闪失了。父皇，母后的病情延误不得，既然她言之凿凿，您不如再给她一次机会。她是你的王妃，她治坏了母后，你也难逃其责。如果当真是她的问题，本王第一个饶不了她。不过，现在事情还尚未分明，三哥就急着给她定罪，难道心中有鬼？我心中有鬼？你胡说！难道不是？都给朕住嘴！楚王妃，朕姑且再信你一次。若查不出原因，朕绝不轻饶。我想要检查一下昨晚母后的一应饮食。皇后娘娘昨晚只进了一些八宝糕和汤药，要是老奴亲手煎的，绝对没问题。药渣还在吗？啊，可有什么问题？这药渣和八宝糕都没有毒。够了，别再浪费时间了。就是你胡乱医治，害了母后。来人，给朕把楚王妃拿下！我知道了，母后中毒的原因就是他。笑话！父皇，他明明刚刚才说过，八宝糕并无毒性。我看他就是狗急跳墙，随便指样东西来顶罪。这八宝糕中确实无毒，可是这里面加了赤蛇豆。昨晚母后服用的汤药中，有一味川芎，川芎和赤蛇豆的药性两者相克，如果一同服用，便会产生剧毒。那此毒你可能解？现在既然已经找到原因，对症下药即可。太好了，毒血全部都吐出来了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大事了。皇上，奴婢已经查明了，八宝糕就是他做的。回皇上，奴婢真不知道八宝糕竟会和娘娘的药性相克，奴婢实属无心之失。就算你是无心之失，损伤母后凤体便是死罪。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皇上饶命！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哎，皇上饶命！等一下，平常的八宝糕中不会用到赤蛇豆，而且赤蛇豆属于狐药，在大凤都极为少见，所以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巧合。朕问你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这个贱婢，竟敢故意毒害母后！父皇，儿臣觉得
理应将她立刻拖下去，乱棍打死。她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，怎么可能会懂得狐药混毒这种方法？燕王殿下这么着急就把她发落，难不成是因为你自己做贼心虚？你胡说，本王才没有。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你要是肯交代出幕后主使，我就可以求父皇饶你一命。你要是不交代，慎行司里的那些手段，你自己是知道的呀。是，你就招了吧。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想想宫外的父母家人。没有人指使奴婢，就是奴婢自己的主意。好，真的要看看是慎刑司的刑具硬，还是你这个贱婢的骨头硬。拖下去。是。你在做什么？你自己看看吧。狼红花粉，七星兰。本王记得，这是柳氏当时给你下的毒。赤蛇斗穿胸，是母后所中之毒。没错，这几样都是狐药，产自西域，寻常人轻易不可得。可是最近接连出现，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？有何蹊跷？这两件事情，不都已经真相大白了吗？第一次柳依依死了，第二次小桃死了。你如果觉得这就是真相，那未免也有点太容易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仔细想想，这两次发生下毒事件的时候，除了你我，还有谁在？叶寒哥哥，柳妹妹好可怜，你一定为她讨回公道。你不是说皇后的病情已经无碍了吗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前些天皇后娘娘的病已有明显好转，如今却反而更严重。看来你已经有答案了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是月溪，这一切都是巧合。那你说黑猪草是什么东西？这黑猪草也属于狐药，之前我容貌被毁，长出那么多红斑，全部都是因为这黑猪草所害。既然如此，黑猪草和月溪毫无关系，那你的推断就不能成立。这黑猪草的确是唯一的一个例外，不过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怎么，把我害得这么惨还不够，非要当面来看我笑话是吧？我可没那么无聊，我今天来是有事情想要问你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黑猪草是那么罕见的狐药，你又不懂得药理，怎么可能知道它会害人毁容呢？所以我猜，一定是有人告诉你的，是不是？不错，我确实是听人说的。那人是谁？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我猜是林月溪，对不对？果然是他，
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这件事跟他没关系。他当初只是无意提到了黑猪草，是我自己偷偷记下的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你被人当枪使了，自己都不知道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也不想想，当时我被称为京城第一美人，如果我的脸被毁容了，那这个称号会落在谁的头上？李月喜。对呀，谁是最大的获益者，谁才是最大的嫌疑人。那黑猪草是那么罕见的药，他没事跟你提这个干什么？你觉得这一切可能是巧合吗？对，当时就是他大肆夸赞你，才引起了我的嫉妒之心。然后他又说黑猪草可以毁人容貌，又不被大夫查出，才让我忍不住铤而走险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在利用我。害人之心，人恒害之。我希望你能够谨记这一次的教训。好你个林月喜，我原本以为你只是个绿茶婊，没想到你竟是个黑莲花。既然敢惹到我头上，你给我等着，迟早有一天我会扒光你的伪装，让你的黑心大白于天下。该死！该死！该死！林若晴，你运气怎么那么好？皇后偏帮着你，连萧夜寒都替你说话，你到底凭什么？你说！夜寒哥哥，你不是最爱月下吗？你是不是不要月下？不，我不允许！你这辈子只能爱我一个，听到了没有？夜寒哥哥，月溪，你怎么来了？月溪是来给姐姐道歉的。怎么回事？这次皇后娘娘生病，月溪不知姐姐会医术，因为担心娘娘凤体受损，对姐姐颇有微词，简直惭愧。你不必自责。当初，本王对他也有所误解，没想到，他当真是医术超群绝伦，竟丝毫不出他的失才。看来，夜寒哥哥已经不在意之前姐姐给你下药一事了。从他救了母后的举动来看，他的确是医者仁心，并非下作之人。当初下药之事虽是他错，但他与本王有婚约在前，对他也素来冷淡，本王也有几分责任，不能全怪了他。姐姐，没想到你在这儿啊！妹妹找的你好辛苦啊！你这又是准备憋什么坏水了？姐姐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月溪是来给姐姐道歉的。道歉？我可受不起。林妹妹，你好手段呀！柳依依、小桃，竟然都是你的棋子，任你摆布。就连我大姐林锦心，
给我下的黑猪草之毒，竟然也是出自你手。了不起，不愧是姐姐。没想到我做的这些都被你查出来了。对，都是我做的。那要怎么样呢？你是准备去叶寒哥哥那儿告发我？你猜他是会更信你，还是信我？我既能查到你一次，我就能查到你更多的证据。你别嚣张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会在所有人面前揭开你的真面目。可惜，你没这个机会。月希，叶寒哥哥，救我！李月希，你疯了！快让我看看。你为什么要下此毒手？同样的苦肉计用了2次，也就萧夜寒你这个狗脑子会相信。月希来跟姐姐道歉，没想到姐姐说她好不容易得来的楚王妃，不让月希跟叶寒哥哥见面，月希不愿意，姐姐就拿匕首想要杀了月希。没事，我们走。本王原本以为对你有所误会，没想到你就是这么阴险恶毒。李若晴，你太让本王失望了。王爷，王妃已带到。你可知罪？我都说过了，不是我做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狡辩？我已经查到了，黑猪草的事情就是林月熙告诉林景欣的，让我毁容，害死柳依依，给母后下毒，这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他林月熙一个人做的。住口！林月熙差点就没命了，你还要污蔑他，简直罪恶至极。本王今天非得给你点教训不可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杖责30。王妃，得罪了。哎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皇后令牌在此，我看谁敢动我。萧夜寒，你是非不分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敢对母后不敬。就算你有母后的令牌，本王奈何不了你。但从今以后，你我之间再无半点情分。王爷，您这就说笑了。你我本就是奉旨成婚，何来的情分可言？既然你这么不相信我，干脆从现在咱俩就一拍两散。好。休说在此，现在你不再是本王的王妃。王爷，你搞错了，不是你休了我，而是我休了你。从今以后，你再也不是我林若锦的夫君。小姐，你好不容易嫁给楚王，真要走啊？走，像这种眼盲心瞎的男人，越早离开越好。但从今以后，小姐你无依无靠的，那日子该怎么过呀？哎呀，你放心，就凭咱们的本事，不靠那些臭男人，咱们照样可以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那小姐有什么打算？
开医馆。啊！这京城这么多家医馆，大家何必在此苦等？换一家不就得了？这家医馆的林大夫不仅医术好，收费还低，咱们等再久也情愿，是吗？对。大娘，你按照这个药方，每日3次，你这风寒咳嗽的症状就能缓解了。来，大夫，给您钱。这一个就够了。谢谢林大夫。不客气。一定记得按时服药啊！好嘞。王会长，这春风医馆低价卖药扰乱市场，可不能这么纵容他呀。是啊，我们已经好多天没有病人上门了，这么下去，我们怎么跟燕王殿下交代啊？是啊。近日，京城医师行会收入一落千丈，竟然连往日的30%都不到。房宝山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本王的银子都敢贪！冤枉殿下！医师行会是殿下的产业，你就给小人10个胆子，小人也不敢贪殿下的钱呢。只因最近京城新开了家医馆，他们低价常客，其他医馆都没了病人，自然就没了收入。废物，连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，还有什么资格当医师行会会长？殿下息怒，殿下息怒，小人现在就去处理，马上就解决，马上解决，马上解决。你就是新来的大夫？是，您是哪位？我是京城医师行会的会长。你们既在京城开医馆，便得服从行会的管辖，要统一收费。统一？怎么个统一法？诊费最低1000银子，药费另算。这么贵？那你让外面那些穷苦老百姓拿什么钱治病？这不用你操心，有咱们行会在，所有医馆都是一个价，他们看不起也得看。每年你只需交医馆的30%收入，缴纳会费，就能获得高额的收益。怎么样？你们只顾自己的利益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，简直就是行业败类。现在还想拉我入伙，别做梦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敢和行会作对，我看你在京城如何立足！哼！会长，这春风医馆不仅不肯提价，还搞了个每月3次义诊，这样下去咱们都得完蛋呐！你得想想办法呀！是啊，一个没根基、没背景的小医馆，敢和行会作对，我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。世子，世子，参见世子，参见世子！这些废物，吃了你们这么多副药啊，半点效果都没有，还开什么医馆啊？给我砸！世子息怒，您这病连宫中太医都没办法，草民们更是无能为力，还望世子见谅啊！我谅你个头啊！本世子要是死了，你们几个也都得陪葬！哎呀，疼死本世子了！草民有一主意，听闻春风医馆的林大夫自诩是医仙下凡，而且还扬言全天下没有他治不好的病。世子大可前去试一试。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带本世子过去。会长这招借刀杀人，实在是高啊！这南王乃开国功臣，在军中一呼百应，连皇上也要忍让3分，实在身份尊贵，不属皇子。这下那林若姐要倒大霉了。是天助我也！对呀。
神医的，给本世子出来，要死人了！来，这边坐吧。奶奶的，开什么玩笑？本世子要找神医，怎么是个娘们儿啊？看来世子是瞧不起女大夫啊。你女人家懂什么艺术啊？还敢在外面大放厥词？来人，给本世子把这医馆给拆了！是。慢着，世子，你是不是下腹疼痛难忍，还有恶心、厌食、呕吐等症状？你怎么知道？难不成你真的会医术？你怎么知道？难不成你真会医术？你这个呀，是急性阑尾炎，是由阑尾管腔堵塞造成的炎症引发的。阑尾炎症，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都是些什么东西？我都没听过。你这娘们骗鬼呢？给我砸！你没听说过，不代表它就没有啊。我看你这症状也不算是严重，吃点药把炎症消下去就好了。好，那快用药，消炎是吧？消的，伸手。感觉怎么样？哎，这不疼了？我刚刚给你吃的是我自己调配的止痛药，这个才是消炎药。你拿回去，1日3次，每次吃1粒，差不多3天，你就基本能痊愈了。没想到啊，你还真有点东西。世子啊，你是不是还有大姐疼痛、带血的症状？什么呀，大夫？这您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个你也能治，还消它吗？这个不用消，送你了，早晚各1次，立刻见效。哎！那个不是让你吃的，那个是让你塞下面的。没想到啊，你医术确实高明，要不干脆别开医馆了，来走本世子的私人大夫如何？我可没兴趣伺候你们这些王孙公子。什么兴趣啊？不就是要钱吗？100两，够不够？200两。哎，我都已经说过了，我没兴趣。是每个月300两。你这小医馆1年也挣不了这么多吧？世子，这钱你拿回去，我还忙着呢。世子，好走不送，请吧。世子，这个女大夫完全没有把您放在眼里，要不要我？这世上还真有不爱钱的人，和本世子见过的那些女人都不一样，有点意思。这会儿世子肯定已经在大闹春风医馆了，会长这一手高明啊！这就是和我王宝山作对的下场。会长，不好了！那姓林的当真救了世子的命，咱们的如意算盘
落空了。什么？连太医都治不好的病，居然被他治好了？难道说他的医术竟然比太医还高？会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高屁的医术啊！他就撞大运而已。林若锦，咱们走着瞧。我明明前日才给你开了退热药，怎么反倒没退，还更严重了？您给开的药实在是太贵了，我买不起呀。怎么可能？我给你开的那个药主要是连翘，连翘才几文钱而已。可其他医馆说得一两银子。1两银子？小朱，怎么回事？最近京城流行传染性热病，中招的百姓很多，其他药铺还趁机垄断了连翘的货源，哄抬价格，如今都翻了100倍不止，实在是气人。太过分了！走，找他们去。林大夫，你自视甚高，不屑于我等为伍，此番上门又是为何呀？如今京城流传热病，百姓们苦不堪言，而你们几个却趁着现在这个时候抬高连翘的药价，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咱们又没强买强卖，明码标价，愿者上钩。林大夫管得未免太宽了些。林大夫菩萨心肠，不如索性把咱们连翘全买回去，免费发给百姓，岂不更能博个好名声？哎，林大夫，你若是想分一杯羹，给大家伙跪下，端个茶，认个错，本会长便算你一份。你若只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来，那我劝你赶紧滚。既然这样，你们几个别后悔。哎呦，有个性。退烧的药材不止连翘这一种，不过既得保证药效，还不能让那群人得逞。想起来了，多亏了这波热病，一天光卖连翘的钱就够老夫看诊10年。老夫现在就盼着得病的人越来越多，咱们就赚他个盆满钵满。这些日子那姓林的乱来，害得我等门可罗雀。如今咱们终于一雪前耻了。敢和行会作对，就是自寻死路嘛。就是啊。大人们，大事不妙，热病有了新药方，咱们高家屯的这些连翘全都白费了。怎么回事？哎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一个一个来，每个人都有。每个人都有啊！给我一个，谢谢谢谢。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次这个药方主要成分是金银花，这个金银花在京郊各地你们都能采到，如果有需要的，你们到时候自己采摘就可以了。听到了啊？您拿着啊。太好了，有救了！谢谢林大夫，谢谢林大夫，谢谢大娘。让开让开了！让开让开让开！欺人太甚！自古以来，看病费钱花钱买药，天经地义。你先是低价抢客，现在又搞出个不要钱的退热药，是存心要断我们财路吗？是又如何？是你们先为了财路，伤害了老百姓们的活路。行医不为钱财，我等姓林苦学，岂不糟践了？只愿世间人无病，宁可架上药生尘。而你们呢，身为医者，个个利欲熏心，根本不配为医。你个你这谁打的我啊？打他！哎，谁？你们无人有言，不打我！住手！打！别打！别打！就是他们送我红在药下，贩卖的财。废物！闹水的鸭子都能飞了。这家名妓
都怪那个林若锦才在从中作梗啊！本王当是谁呀？原来是他。他这般与本王作对，难道是受老四指使？不可能，萧夜寒早已与他划清界限。京城这些医馆，是本王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。月心，你快帮本王想想办法。没有楚王妃身份的林若锦，不过是只蝼蚁，随手捏死就好了。是。小朱，今天的药材还没送过来呀？奴婢这就去催催。不用催了，不会再有药材送来了。京城医师行会发布封杀令，从今日起，哪家药商再敢给春风医馆送药材，就是与行会为敌，行会将与之断绝一切关系。林大夫放心，你可以继续看诊。不过，凡是你的方子来咱们这儿买药，价格一律翻10倍。你们太过分了！后悔了吧？晚了，敢得罪行会，那就得付出代价。不就是封杀令吗？有什么可怕？我就不信，你们能封住全天下所有的药商。还嘴硬？好，那咱们就走着瞧啊！小姐，他们明摆着逼咱们关门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你先别着急，我想想办法。怎么，改主意了？愿意来当本世子的私人大夫了？其实我今日找世子您来，是想要和您谈一笔交易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听闻世子的父亲是镇南王，为国戍边，封地在我大凤南疆，那里盛产着各种草药。京城这大半部分的药材生意，也是由镇南王府占了大半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何止大半，整个京城80%的药材都是我镇南王府负责。本世子一声令下，就能让京城药铺全都破产。怎么，你的医馆被下了封杀令，走投无路，知道想起本世子了？但本世子凭什么要帮你？难道你还想以身相许不成？你不会以为本世子是那种见色眼开之辈吧？没有，世子，我没有那个想法。我不许你这么说。敢于尝试是勇于挑战自我的表现。你以身相许，说不定本世子就答应帮你忙了呢。这个我就不挑战了。不过世子啊，我还有一件更好的事情。世子请看。养颜面膜？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可是能让你赚大钱的好东西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大家不要急，都有。给我留着，这我要。老板，我要3罐。好。这养颜面膜太有用了，我用完小儿都淡了。给我再来5罐。好嘞。我也要，老板我呢？面膜就剩最后1罐了。我要，得。给我出1两银子，我出3两。我出10两。好嘞，行的。镇南王世子果然熟悉，这下我们医馆算是有救了。
你是哪家的药商？好大的胆子，竟然罔顾封杀令，给春风医馆送药！你不怕得罪行会吗？我是行会的会长，识相的赶紧带着你东西滚蛋，不然连你家一块封杀！滚！会长，这个，哎呀，见过世子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也敢在本世子面前造次？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！给春风医馆送药材的是我镇南王府，你们谁不服，尽管来找本世子。小妹不敢，小妹不敢。你那养颜面膜果真好卖，你干脆别开医馆了，来跟本世子一起卖面膜挣大钱，岂不美哉？我呢，志不在此，就想着能够行医济世，造福一方就足够了。那你要小心啊！医师行会背后有大靠山，你坏了他的利益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多谢世子提醒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凭他如何，我绝不认输。看什么？赶紧干活！好一个凌若锦，竟然搭上了镇南王世子这条线，本王还真是小瞧了他。原以为万无一失的封杀令，居然就这么被他躲过去了。就是不知道他与镇南王世子关系有多深。镇南王府势大财多，本王也不好轻易得罪啊。他一个楚王府弃妇，怎么可能入得了世子的眼？这次不过是他有运气罢了。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？废了他的医馆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再按照这个方子喝一周，就能好的差不多了。你来干什么？你还真有能耐，刚像狗一样被赶出楚王府，现在竟能开上医馆了。想必没少对镇南王世子摇尾乞怜吧？你要是没事，赶快从我这里滚！我这个医馆只救可救之人，你那颗心早就已经肮脏恶毒，没药可救了。我们医馆不接待。还是这么牙尖嘴利，真可惜啊！我能让你当不成楚王妃，就能让这医馆开不下去。给我走！住手！住手！谁让你们砸我招牌的？你这医馆属于违规开设，一律当砸掉招牌，立即查封。胡说！我家医馆明明手续齐全。你有什么证据说我违规？废话，老子说违规就是违规，要什么证据？我就不信，这次镇南王世子还会住。住手！给我闪开！我不！给我打！皇后娘娘令牌在此，我看谁敢！看你们谁敢！参见皇后娘娘。没事吧？你呢？见令牌，如见皇后。你居然还敢不跪？是敢藐视皇后吗？现在给我磕头认错！你休想！看来你是想当众藐视皇后啊！
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大点声，没听见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这还差不多。今日下跪之辱，我记下了。那我劝你最好牢牢记住，今日我能让你跪1次，日后我便能让你跪10次、100次。你还有什么花样，尽管使出。母后身体可否安好？好多了，多亏了楚王妃，吃了她的药，本宫连往日胸口疼的毛病都没再犯过。今日这楚王妃怎么没与你一同进宫啊？回母后，她最近身体抱恙，不太方便探望母后。无大碍吧？无妨，休息几日便好了。本宫阅人无数，像楚王妃这样的女子最是难得。她才情过人，医术高明，最重要的是她至纯至善，不似他人一肚子心眼。你可别为了榆木错失珍珠。是。春之画卷，轻描淡抹伤痕的痕迹，爱如落叶雾飘散在时光的边缘。轻点，轻点。苏雨涵，你这个人还有没有点礼貌啊？天涯，尘缘之谈，在夜风中轻轻低吟。岁月如诗，诉说着无尽的思念，留下的痛是我们爱唯一的纪念。回首间，那段情缘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被毒蛇咬了，我快死了。没事的，只要把毒血吸出来，就不会死的。随风而起，忘却了红尘喧嚣，却难忘你的容颜。梦中的你我，江河万水。居然是他！王爷，这是燕王参与科举舞弊案的部分罪证，这是他的受贿账目，这是他的聘礼清单。这匕首是岳西的。是的，属下已经查明，这把龙纹匕首乃是南疆大师亲手打造，独一无二，绝无仿制。燕王得到这把龙纹匕首之后，作为聘礼送给了岳西小姐。岳西，李月溪，你疯了啊！是他故意捅伤自己，嫁祸于我。他没撒谎，是本王冤枉了他。仔细想想，王妃嫁入王府之后，不仅没有做过坏事，反而一直在行善救人。先是救了九哥，然后是咱们的暗探，前不久呢还救了皇后娘娘。重点是从来没有挟恩图报过。本宫阅人无数，像楚王妃这样的女子最是难得。然后不知道是谁在我肚子上按了好久，糖葫芦被按出来了，再然后我就晕过去了。给，把他嘴堵上。姑娘简直是一仙下凡，老朽佩服。母后要是出了什么事，绝对饶不了你。涵儿，最重要的是他至纯至善，不似他人一肚子心眼儿。今
最后再提醒你一次，阴险狡诈之人是他林月溪，爱信不信。同样的苦肉计用了2次，也就萧夜寒你这个狗脑子会相信。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。来，给您药扎好了，大夫，慢走啊。哎，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啊？怎么啦？哪里不舒服啊？让姐姐看看。哎呀，别哭了啊，姐姐给你擦一擦啊。好啦，这就干净啦。王爷，真乖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谢谢姐姐。走吧。萧夜寒，你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。我的玉佩怎么在你那儿？这是你的玉佩？当然了。真的是你啊！什么是我呀？你到这儿来到底干嘛？哦，母后想你了，宣你立刻进宫。你没和母后说咱俩的事儿啊？母后大病初愈，本王担心她忧虑伤身，并未将合离之事告知。你要实在不想去，就算了。心情愉悦，确实能让身体恢复得更快一些。行吧，我跟你走一趟。见过母后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孩儿说你病了，那便在家好好休息才是，还跑出来做什么？母后。皇后并没有召见我，你为什么把我骗到这儿来？身为子女，给母后请安天经地义，非得要召见才能来吗？你搞清楚，我们2个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干嘛？你接下来有何安排？回医馆坐诊，明日回家看看我娘。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走了。哎，等等。又怎么了？你我夫妻一场，本王还从未拜见过岳母，与礼不合，就算要分开，也要补齐礼数，以免落人口实。不用了，我还是头一次知道，你这种人，竟然还懂礼数，搞笑。哎，这这么晚了，谁啊？快拿进来。王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本王明日为你准备的穿戴。你明日回门，若是穿得太寒酸，岳父岳母岂不是以为本王怠慢你？萧夜寒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没耍什么花样啊。哦，对了，本王思来想去呢，觉得还是不能失了礼数，所以本王决定，明日与你一同回去。回你个头！咱俩都和离了，现在你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小朱，送客。小姐，送客。王爷，请吧。小姐，您觉不觉得王爷如今对您的态度有些奇怪？臭男人喜怒无常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啊，您说王爷他不会是后悔了吧？怎么可能？他恨我入骨，
眼中钉，肉中刺，恨不得拔之而后快。不用理他，睡觉。哎，你给我松手！你个贱人！这些兔子田地是我留给姐儿的，我不能给你。女儿都已经是废物一个，都已经被楚王休了，有这些贵重东西有何用？松手！你胡说！我胡说？自己去楚王府问问，恐怕你是连大门都进不去吧？那我更要留给姐儿。放开！这可是老爷的命令，难不成你想违抗老爷不成？娘，这老女人的铺子田地归你，珠宝首饰归我，好不好？可以，不过你可得给我搜刮干净啊，一个都不许给他留。好嘞。你们干什么呢？起开！娘，快起来，让我看看。我看你们两个就是想找死！你嚣张什么呀？还当自己是楚王妃呢？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你早就被楚王一纸休书赶出王府了，跟你娘一样没用。住口！你敢打我女儿？你滚！住手！老爷，二小姐一回府就打我的玉儿，你要为我们母女俩做主啊！你这个目无尊长、肆意妄为的东西，还不跪下认错！要不是这两个黑心的母女羞辱我娘在前，侮辱我在后，我这才打他们2巴掌，有什么错？我们林家的人，自有我来管教，还用不着你这个弃妇来惩戒。我算是知道了，我当他们2个哪来这么大的胆子，敢抢当家主母的财宝？原来是因为有你这样的父亲。见我失势落井下石，我看你根本就是枉为人夫，枉为人妇！你敢出言顶撞，来人上家法！哎，放开我！老爷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起开！楚王殿下到！松开，松开！王爷大驾光临，下官有失远迎，还请王爷恕罪。啊，小女举止不堪，惹怒王爷，我正想教训她一顿，给王爷出气。本王的王妃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教训？你不是休了她吗？本王昨日还和王妃一同进宫，拜见母后。休憩一事从何说起？是月溪姐姐亲口告诉我的，休书都出了，怎会有假？本王说了，并无此事。林大人宠妾灭妻，指使小妾抢夺发妻陪嫁，对王妃滥用私刑，条条都是重罪。王爷，下官有错，请王爷恕罪呀！请王爷恕罪呀！你们3人，待会儿各自去衙门自理30大板。是。见过岳母。王爷客气了。抬上来。一点心意而已，请岳母笑纳。她只是一个身份低微的商户女，怎配收王爷礼物？目无尊长，以下犯上。林大人，这就是你的家教。你这个孽障！当着王爷的面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快，向王爷和王妃认错！王爷，王妃，我错了。王妃的母亲就是本王的母亲，
从今以后，谁再敢对他不敬，就是与本王作对。本王绝不轻饶。是。哎，我问你，你今天什么意思？咱俩都已经和离了，你跑到我家，在我娘面前，你装什么孝顺女婿啊？岳母和蔼可亲，本王一见如故，表表心意而已。莫名其妙。哎，等等，你要不搬回王府住吧？萧夜寒，你失忆了，咱俩和离了。本王只是觉得，你父亲到时候如果知道了你和本王分居的事情，指不定哪天又得欺负岳母。用不着。不过今天有你这么一出，我估计他们应该一时半会儿不会把我娘怎么样。等过些日子，我自己再想办法把我娘救出来。王爷又在思念王妃吧？谁说本王在思念她？本王明明在研习兵书。到了。哎呦，我说王爷，你要是想王妃，你就去找她呗。本王都放下身段找了她那么多次，可她还是油盐不进。本王如何还好意思再去？也是，王妃她又美又有才，医术还这么高，你不好意思啊？可有的是人好意思。这万一王妃被别的男人盯上，谁敢？休书已下，王妃现在可是自由身。我听说啊，最近这镇南王世子去得很殷勤。哎，王妃在医馆。这狐药性喜阴凉潮湿，对环境要求极其严格，会在哪儿呢？我说萧夜寒，你这人怎么阴魂不？世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见到本世子不高兴吗？换做其他女人，早就兴奋地扑上来了。你有事儿说事儿，没事儿您请自便，我这儿烦着呢。这无趣呢。你的养颜面膜啊，让本世子大赚了一笔。这是给你的分成。世子，这个分成我就不要了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你说？我想请你帮我查一查在京城走私狐药的商队。这京城这么大，商队更是有无数个，这不跟大海捞针一样吗？你要用这话说别人，那我相信。可世子你是谁啊？这种事情对你来说，那还不是小菜一碟？说得好，天大的难事，本世子出马都能搞定。看在你这么了解本世子的份上，这个忙我帮了。那我就谢谢世子你了。见外了啊，咱们什么交情？这忙呢，我照样帮。这分成啊，也不能少了你的。这忙呢，我照样帮。这分成啊，也不能少了你的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怎么，嫌本王打扰了你们两个的约会啊？是啊，我和世子相谈甚欢，你来到这儿，那可真是大煞风景。
啊，楚王有事儿吗？没事，不要耽误本世子约会。你，镇南王世子，与本王的王妃约会，你还知道礼义廉耻吗？你是楚王妃啊？前楚王妃，我和她早就和离了。啊，你听到没？若若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还一口一个王妃叫着，不合适吧？你还敢叫她若若？若若，我就叫了，怎么着吧？嘿，若若，闭嘴！这女人真是可恶，才多久就琵琶别抱，太不把本王放在眼里了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该说不说啊，这镇南王世子的眼光真不错，跟王爷您有的一拼。过分，太过分了！虽说镇南府有钱有势的，但是世子妃怎么能跟咱们楚王妃比呢？这谢南渊更是可恶，肯定是听说了本王与林若锦最近关系不睦，就趁虚而入。马上就是宁老王爷寿辰，皇上要在皇宫设宴，不如王爷邀请王妃一同前去，还能趁机修补关系。哼，既然他要移情别恋，本王就没必要修补关系。现在可是有镇南王世子唱和其中，本王才不在意。那万一被他追走了呢？既是宁王叔寿辰，他又是本王的王妃，若不到场，确实是失了礼数啊。王爷所言极是。虽然王爷不想与王妃修补关系，但是出于礼数，王爷还得邀请王妃一下，不是？有理。你这个人，还真是阴魂不散。明日是宁王叔寿辰，父皇母后在宫内设宴，你我身为晚辈，出于礼数，理当出席。本王这是为了正事儿，才不是本王自己想找你。萧夜寒，我告诉你，事不过三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宴会结束之后，你赶快和父皇母后说清楚。好。明日赴宴，王爷穿这件。本王从不穿此颜色。可王妃喜欢红色。王妃喜欢关我何事啊？哦，就这件吧。明日宁皇叔寿辰，本王也想穿的喜庆一些。叶寒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月溪亲手为叶寒哥哥缝制了一件衣衫，明日宁王叔寿宴。不用了，本王明日赴宴的衣物已准备妥当。月溪记得叶寒哥哥素来不爱艳色，嫌他太过招摇华丽。本王今日才发现，艳色虽招摇，但他光明磊落，不似那等满腹算计、心机深沉的模样。既是如此，那月溪下次再给叶寒哥哥重新做一件艳色的。这些事，本王府中自有人打点。叶寒哥哥何须与月溪客气？本王已娶妻，你也即将嫁人，我们还是注意些分寸吧。叶寒哥哥说笑了，你不是已经把姐姐休了吗？这是本王的私事，与你无关。本王还要处理公务，你先回去吧。注意分寸，叶寒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对我变得这么冷淡了？是不是因为这个贱女人？你是不是对她还念念不忘？你说！
着把你休了，你还贼心不死的勾引他，别让我抓到你的把柄，不然我一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宁老王爷不愧是皇上异母同胞的弟弟，身份尊贵，不但能在这皇宫举办寿宴，还如此隆重热闹呢。不但如此，我听说宁王妃马上就要生了，这可是她和王爷的第一个孩子，那王爷岂不是要开心死了？啊？开心的要紧。所以这次寿宴一定要好好打扮一番，进去看看热闹。哟，这不是被休了的楚王妃吗？你居然还有脸来这里！我要是你，早就一头撞死了。唉，我还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位傻蛋郡主啊！自从上一次宫宴你向我跪下磕头认错之后，我好像就再也没有见过你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自己羞愧难当，到哪儿一头撞死了呢。我们走。今日宁王寿宴，只邀请了皇室中人参加。你已经不是楚王妃了，来赴宴，恐怕不合适吧？没错，如今的你，根本没资格踏足这里。来人，把这个擅闯皇宫的庶民拉出去！我看谁敢！若若是本世子带来的，怎么？谁有意见？若若。我们走，我倒要看看谁敢阻了。世子且慢，世子恐怕有所不知，她是楚王弃妃，声名狼藉。世子若与她相交甚密，传出去，肯定会有损世子威名啊。哎呀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！也配教本世子做事？若若人美心善，比你这个只会耍手段的心机女强100倍。我是未来的燕王妃，世子这话，把燕王的颜面置于何处？燕王妃，哎呀，别说你一个还没过门的燕王妃，便是燕王在这儿，本世子也照骂不误。就算世子不顾名声，执意与楚王弃妃厮混，可你们终究无名无分，你又有什么资格带他来宁王寿宴？他没有资格，那本王可有资格？叶寒哥哥，你怎么能带他来寿宴呢？她身为楚王妃，与本王一同赴宴，有何不妥？可是他前些天才拿刀刺伤了月溪，月溪差点性命不保。你怎么能带一个品行如此恶毒的女人来赴宴？出了麻烦可怎么办？她品行如何，本王心里清楚，无需林姑娘知会。叶寒哥哥，月溪做错了什么吗？你为什么这么跟月溪说话？本王的王妃不希望别人来给她泼脏水。神经！他今天是吃错药了吧？宴会要开始了，进去吧。
你就是京城第一才女啊！可明明论容貌、论才气，我们家若若都比你强多了呀！你这名头，怕不会是花钱买来的吧？承蒙皇兄皇嫂好意，在宫内设宴，臣弟不胜荣幸啊！快快免礼，今日是你寿宴，咱们只论兄弟，不论君臣。弟妹身怀有孕，王府即将添丁，当真是可喜可贺啊！多谢皇嫂。哎，祝皇帝寿福安康，天子天福。寿福安康，天子天福。浅酌微饮，意已酣，既有美酒，怎可无诗？素闻岳西才华名动京城，不如就作上一首，让我等开开眼界，如何？皇帝，你这消息可不太灵通啊！现如今论起诗才，楚王妃称第二，整个京城啊，没人敢称第一。哦，竟有此事？难道楚王妃才是京城第一才女？姐姐才华横溢，妹妹自愧不如，还是由姐姐来做吧。七夕家宴上，姐姐所作之诗词，首首妙绝，想必今天也不遑多让。今日是宁皇叔寿辰，楚王妃若是做不出上次那般好的诗句，那便是有意服了宁皇叔的颜面了。没错，宁皇叔可是皇上最看重的人，你要是不给宁皇叔面子，那就是不给皇上面子。好啊，那既然这样，咱们打个赌。我要是做出来了，你们3个一人输给我1000两；我要是做不出来，我输给你们2000两。敢不敢赌？区区1000两银子，有何不敢？你尽管做来。我也压1000两，我赌你做不出。林妹妹，这件事情是由你挑起的，你要是不参与一下子，那可真是不够尽兴啊！姐姐有此兴致，妹妹也不能服了姐姐的面子。千金一求，好诗难得，楚王妃切莫逞一时意气，尽力即可。母后，您放心，晨曦自有分寸。若若，你放心做，输了也没有关系，不管多少银子，本世子替你出了。楚王府不缺钱财，王妃的赌约自有本王接下。父皇，您最善看诗，不如就由您来替晨曦评阅优劣。好啊，不过如此比试方式，该以何为题呢？比试方式，不如这样，我们不设题目，只论质量的优劣。如果我做的不如七夕家宴上，那就算我输；但如果我做的不比上次差，那就算我赢。父皇，您下如何？甚好，你且坐来。我就不信你次次都能做出千古绝句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好诗啊，确实是好诗啊，语言清新质朴，无刻意雕琢之意，却别有一番道理在其中。尤其是后2句，更是可以做醒世名言呐！妙极！楚王妃随手一作，便是如此好诗，真是令本王刮目相看呐。父皇，这一首比起上次来，质量如何呀？当然是各有千秋，都是难得的好诗啊。怎么样？掏钱吧。这点小钱罢了，岳西的和丹砂的，本王一并出了。哎，别着急啊，还没完呢。日照香炉
生子焉。遥看瀑布挂浅川，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9天。好诗，好诗，好诗啊！好，完全不输上一首啊！别急，我还有呢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。与尔同销万古愁。好诗，好诗，好诗啊！好诗，好诗！士官，多少首了？不多不少，正好100首了。我要你们3个，一人10万两白银，刚好30万两，足够了。啊，这么多钱，把我全部嫁妆拿上也不顾赔的。若是我母亲知道了，肯定会打死我的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做出这么多首诗？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好孩子，你真让朕大开眼界。此等好诗，平日里1首也难求啊！今日竟一口气得了100首，有楚王妃这等大才，实乃我大奉之幸啊！父皇，宁皇叔，过奖了。其实我今日所作之诗，全部都是为了宁皇婶。此话怎讲？我听闻宁皇婶宅心仁厚，在各地都办了学堂，收留那些孤寡儿童。我想将今天挣来的30万两白银，全部都捐给学堂，以尽我的绵薄之力。楚王妃不仅胸有大才，你看，还心怀大爱，真不愧是皇室后辈之楷模呀！好，传令下去，命史官速速记载，不得有半分疏漏。林淑琴，你给我等着！宁皇婶，您拍相平稳，只不过脉搏偏弱了一些。您平常是否感觉到头晕乏力、胸闷出汗？确实如此。那就是了。这女子孕育胎儿本来就是一件辛苦的事情，再加上您年岁稍高，身子重了一些，这些也属于正常的。妾身与王爷成亲数10年，这好不容易才盼来这胎，再辛苦也甘之如饴。那宁皇婶，您稍坐一下，我去给您开一些安胎调理的方子。那就有劳了。不客气。
宁皇婶，宁皇婶，子宫破裂，需要马上手术。林若姐，你竟然敢害宁王妃性命！来人，快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云朗，云朗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他把宁皇婶推下台阶。看来宁皇婶还怀着身子，受此重创，只怕要一尸两命了。林月汐，皇叔，事情究竟如何还无法下定论，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救人要紧。太医，薛太医，快，薛太医！不是我推宁皇婶下去的。我相信你。宁皇婶情况危险，我必须马上对她进行手术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你要是相信我，就在外面帮我把门守好，不能让任何人进来。你放心，本王一定替你守住。快跟上，快！云朗，云朗，太医来了！皇叔，你坚持住！父亲此刻在房中为皇婶治疗，您不能进去。这个混账！他是害了云朗的凶手，你怎么能让他给云朗治疗？你到底要他什么心？皇帝稍安勿躁，楚王妃不是这种人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对，他亲眼所见。难道还能有假？你当真亲眼所见？皇上在此，欺君可是要掉脑袋。月汐不敢撒谎，确确实实看到是林若晴将宁王妃推下台阶。听到没？赶紧让开！反正宁王妃死定了，林若晴，你就等着给她陪葬吧。本王不能把云朗交到杀人凶手手上。皇叔，侄儿敢用性命担保，若锦绝对不是杀人凶手。皇叔万万不可信他，他们夫妻二人一体，林若锦残害宁皇婶，保不齐就是他授意的。林若锦，你给本王滚出来！皇叔，云朗，皇叔，本王来救你了。皇叔若是进去，皇婶性命难保。一派胡言！依本王看，你们就是想把宁皇婶母子二人活活拖死。宁皇婶的复仇，怀的可是宁皇叔唯一的孩子，宁王一脉，难不成就要这样葬送在他的手中了吗？我要跟你拼了！皇叔便是杀了我，我也不会让您进去。云朗母子是本王的命根子，你这样做不仅害了他们性命，连面都不让本王见。皇兄，你要替臣弟主持公道啊！父皇。四弟如此执意阻拦，定有古怪。老四，朕命令你让开。父皇恕罪，儿臣答应过若锦，绝不让任何人进去。你可知抗旨的后果？任何罪责，儿臣都愿一力承担。好，来人，是。给朕把楚王拖开！是。云朗，云朗！恭喜宁皇叔，喜得麟儿。太好了，本王终于后继有人了啊！好，庄妃，灵王的孩子能够平安诞生，
你功不可没呀！事已至此，咱们也该还楚王妃一个公道了。多谢楚王妃，原来既是本王误会你了。宁皇叔，您不必客气。林若锦，你居然活生生剖开宁王妃的肚子，取出孩儿你好狠的心啊！云郎，云郎，啊！云郎，云郎，你竟敢这么对待云郎！宁皇婶突然摔倒，所以导致子宫破裂、大出血，只能剖腹产。依我看，就是林若锦怕残害宁皇婶的罪行败露，便用此残暴之法，剖腹取子、杀人灭口，来个死无对证。大家切不可被他蒙蔽。真是无知！剖腹产是女子的一种生产方式而已，并不会要人性命。还在胡说八道！这肚子都剖成这个样，还怎么活？父皇，宁皇婶惨死在林若锦手中，还请父皇治他一个蓄意行凶之罪。云郎，宁皇婶没有死。怎么可能？你似乎不想要宁皇婶活下来。叶寒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当然希望宁皇婶可以平安无事啊。宁皇婶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再休养一段时间，便可以恢复如常了。太好了，云郎，女子生产如遇血崩，十死九生。今日幸好有楚王妃在，才能保得弟妹母子平安。楚王妃的医术，当真是世间罕见，精妙无双啊！哎，皇叔，楚王妃救了本王妻儿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本王的大恩人。皇叔，您快请起。救死扶伤是医者的天职，不必太客气。皇婶，你是怎么摔倒的？是妾身自己身子虚，头晕没站稳，这才闹出这场乱子。你不是说亲眼见到楚王妃把宁王妃推下台阶吗？可能月溪一时眼花，没看真切，误会了姐姐。没有真凭实据就敢信口污蔑，其实一句误会就能解释清楚的。要不是楚王妃医术高超，恐怕今日这冤屈是洗刷不掉。林月溪，你捕风捉影，造谣生事，朕罚你禁足3月，复请官将3级，再有下次，严惩不贷。是。今天你不惜抗旨，是死守的，我对你倒是挺刮目相看的。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。再说了，本王只是为了守护宁皇婶平安生产而已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也算是帮了我。要不，我请你吃个饭。本王最近事务繁忙，这个得回去安排一下时间。或者你，哎呀，这么麻烦啊！那下次吧。哎，王爷还挂念王妃那顿饭呢？笑话，本王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？一顿饭而已，也值得本王挂念。这个女人也真是，请人吃饭一点诚心都没有。本王也没说不吃啊。就是啊，这王爷肯赏光，其他人肯定受宠若惊，只有王妃率性耿直，不愿意曲意逢迎，更显得与众不同，不像那个林月溪，表面上看上去温柔无害，实则一肚子坏水。他不仅刺伤自己，嫁祸于王妃，今日还污蔑王妃残害宁皇婶。每王妃救人，他就在旁边煽风点火，百般阻挠。当初
真是本王看错了人。就是，好在王妃妙手回春，救下了宁王妃，自证了清白。哎，不过王爷，这个剖腹取子还能母子平安，这王妃莫非是一仙下凡？不仅如此，她还坐实白首，首首不凡，才华之高，真是世间罕见。就像这首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取次花丛懒回故国，半缘修道半缘居。”真是缠绵悱恻，动人无比。见过沧海巫山，再看其他的地方的云和水，就再也看不上眼了。爱过一个男人，再看其他男人，也再也看不上眼了。属下知道了，王妃凭借这首诗，在跟王爷吐露心迹呢。当真？王妃爱慕王爷，京城皆知。这首诗不是写给你的，还能是写给谁的？此等情诗，私下呈与本王即可。大庭广众之下念出，本王倒不便回应。这女孩子啊，脸皮薄，怎么好意思私下表白呢？哎，王爷，不如您再约王妃一次，主动表明心迹。有道理，本王身为男子，理当主动一些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怎么了？世子胸口特别难受，您赶紧给看看吧。都有些什么症状呀？胸闷气短，心跳加速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胸口蹦出来一样。是哪儿？这儿吗？呼吸疼吗？不好，好像这要蹦出来了。哎，送你的，喜欢吗？谢南渊，我忙着呢，没空在这儿跟你胡闹。我没跟你胡闹，若若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咱俩真不合适。这有啥不合适的？你有美貌，我有钱。你有好医术，我有好多钱。你有数不尽的才华，我有数不完的钱呢，天生绝配。我看你啊，不光有钱，还有病。哎呀，若若，你暂时不接受本世子也没有关系。那看在咱们一起合作过的份上，一起吃个饭不过分吧？不吃不吃，我一堆事儿忙着呢，你给我起开！你今天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走了。你走不走？我不走。行，我跟你说，就这一回啊！吃完这一次饭之后，你不允许再胡闹了。一言为定。若若，是不是糖葫芦？来一串。撒开，这是本世子给若若买的。本王的王妃想吃糖葫芦，自然该由本王来买。老板，来串。休书都写了，还算哪门子王妃？那也轮不着你来管。哎，我就管了，怎么你们两个松开！你们两个大男人，为了跟糖葫芦在这里斗嘴赌气，无不无聊？老板，我全要了。本世子出双倍，糖葫芦归我。我出10倍，比钱多是吧？本世子就从来没有输过，都给你。两位，别争了，人家姑娘啊早就走了。不是，你这人烦不烦呐？本世子好好的约会，就这么被你给搅和了。
本王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骚扰若锦，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。若若，这个谢南元，对本王的王妃死缠烂打，简直是厚颜无耻。真南王世子不过是仗着钱多，可是这女子在乎的往往不是钱，而是心。只要王爷能让王妃感觉到您的心意，王妃肯定能回到王爷身边。没错，既然王妃喜欢糖葫芦，那本王便为她亲手打磨一串世间独一无二的糖葫芦。这个是糖葫芦？是也不是，这个是我们王爷用暹罗国进贡的鸽血石亲手打造的，鸽血石坚硬无比，我们王爷用了足足8天的时间，用坏了9把锉刀，手都磨出了10个血泡才完工的。你说你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做个不能吃的假糖葫芦，闲得慌吗？那你可有从中感受到什么？的确有。我呀，感受到了，你脑子有泡。小姐，奴婢去醉仙楼排了2个时辰的队，还是没有买到小姐最爱吃的红豆糕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没买到那就下次再去买呗，说不定到时候就能买到了。啥？王爷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接下来要做什么？不知道。那咱们怎么做红豆糕啊？本王文韬武略，区一个红豆糕而已，岂能难倒本王？听本王指挥。是。王爷，要不我去醉仙楼排队买吧。买来的和本王亲手做的，心意能一样吗？走。王爷，哎。王爷，等等。太医，太医，王爷，你坚持住！太医，太医。本王亲手做的，尝尝看。居然味道还不错。本王动动手指便能做成，易如反掌。这么容易？那就有劳王爷再帮我做上20份。小菜一碟。
20万，咱们得做到什么时候啊？只要王妃喜欢，别说是20分，就是200份，本王也得做。哎呀，你们来啦！来，到我前面站好，来我前面站好啊！我说好了，今天请你们吃什么？红豆糕是不是？来，我们抢，来，不要抢，每个人都有。来，你的。您做的这么辛苦，结果被王妃都给分了。还有谁？好，你的。这给你一个。哎呀，还有呢啊，再给你一个。真乖。马上要抓到了，快跑！让我呀！嘿，这边，嘿，啊！来抓完了，科举舞弊案，老四已经拿到了不少证据，再这样下去，本王迟早要完蛋。要不，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。不急，明日我先去探探。若他肯手下留情，那是最好。那若是他不肯呢？若他不肯，那就杀。小猪姑娘啊，送你个礼物，在下的一点心意，还请你笑纳。哟，你眼光不错嘛。你说吧，你送我东西干嘛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。小猪姑娘能否将王妃的喜好告知一二？还给你，我小猪可不是那等卖主求荣之人。小猪姑娘当然对王妃忠心耿耿。不过王爷与王妃本来就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若咱们能帮助他们重归旧好，咱们做下人的也算是功德一件了。那你可得听好了，我家小姐喜欢她，喜欢，哎呀。我家小姐好像除了每天在医馆坐诊外，就是看书，还真没什么特别的喜好。那，在王爷和小姐复合这件事儿上，我是帮不上什么忙了。哎，别灰心嘛。哦，对了，今晚城南啊有个花灯会，你若是能把王妃引过去，我保证能让他们两个死灰复燃。啊？不对，旧情复燃。真好看。王爷，今晚城南有个花灯会，咱们去逛逛呀。没兴趣。王妃也去。等着，千真万确。花灯会每月一次，热闹非常，是青年男女约会谈情的绝佳场所。王爷若能与王妃同游，想必关系会更进一步。可本王如何向王妃邀约啊？不需要理由，偶遇。偶遇？小姐，你看这花灯会多热闹啊！比在医馆看书有意思多了吧？我一向不爱热闹，您就当陪陪奴婢嘛。啊，行。消息准确吗？他当真会来？肯定准确。1个月俸禄换，不可能不准啊。一会儿啊，咱们应该去。哎，小心点！你看，来了来了。你看，这就过去了。
王爷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这里人太多，挡住了你伟岸的身姿。这样，咱们换个地方再来。小朋友手里拿的那个，那一会儿要是碰见卖兔子灯的，我就……哎，这人怎么走路不看路呀？麻烦你让一下。啊，这样他都看不见本王，还怎么偶遇？王爷别急，这次您自己转身，我保证能行。哎呀，真巧啊！既然遇上，与本王同游如何？好呀，好呀！哇，看不出来，王爷这口味挺重啊。哎，官人，你不是要小女子同游吗？咱们走吧。官人，你听我解释，刚刚都是误会。你躲你的烂桃花，拉上我干嘛呀？哎，等，遇到了就是缘分，要不一起逛逛？随便。人家约会你跟去。瞧一瞧，算一算，不准不要钱！哎，客官，不妨算上一卦，福祸姻缘都能算呢。我要算。这么巧啊，叶寒哥哥，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。麻烦大师帮我们二人算上一卦。您二位乃是才子佳人，十分相配啊！若是能结为夫妻，不失为一桩好姻缘呐。叶寒哥哥，没想到我们的缘分这么深呐！一派胡言，街头神棍的话如何能信？不过，本仙又仔细算了一下，你和这位姑娘乃是月老牵错了红线，虽然有过前缘，但乃是一段孽缘。你和这位姑娘才是真正的神仙眷侣，命中注定啊！我和他还命中注定，那母猪都能上树了。我看你这神算不太靠谱。不，大师，你这一卦算得好。看来啊，刚刚是本王草率了。大师果然功力深厚，佩服。你变脸变得挺快啊！你今天吃错药了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他算的真的挺准的。慢走。又中了！叶寒哥哥太厉害了，能教教月溪吗？没空。你想学吗？你想要哪个？中了。这是你们套中的同心结一枚。你套中的这个可以送给本王吗？祝二位永结同心。反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你喜欢就拿去吧。谢谢老板。若锦，你等等我啊，若锦。叶寒哥哥，
涵哥哥，是月溪做错了什么吗？你为何对月溪如此冷漠？你做了什么，自己心里还不清楚吗？月溪不懂叶涵哥哥在说什么。你还跟我装傻？当初你故意刺伤自己，诬陷若锦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会有这一天。是姐姐跟你说的对吗？月溪与叶涵哥哥相识多年，叶涵哥哥不相信月溪，却相信一个外人的话。她是本王的楚王妃，要说外人，你才是外人。本王今生今世，只会对她一个人好。本王的这颗心，也永远只属于她。本王之前就是太信任你了，受你蒙蔽，误会了若锦。本王怎么也没想到，你是如此的工于心计。叶涵哥哥，月溪只是太在乎你，太爱你，所以才会这么做。以爱之名行撒谎作恶之事，这样的爱，本王只觉得恶心。叶涵哥哥，月溪是撒了谎，可月溪对叶涵哥哥的心只有半分指甲。松手！打扰了啊，你们继续。若锦，只要叶涵哥哥肯原谅我，让月溪做什么都可以。够了！林姑娘，本王一娶妻，请你自重。你倒真有这般绝情吗？过去是本王识人不明，从今以后，本王与你再无瓜葛。萧夜寒，既然你无情，就别怪我无义。若锦，你听本王解释，刚刚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王爷，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你们两个怎么样，我一点都不关心。怎会与你无关？其实本王心里早已有。若锦，王爷，哎，萧夜寒，萧夜寒，王爷，萧夜寒，萧夜寒。你听本王说。你先别说话，我先给你治伤。不行，本王已经知道了，当初是林月溪自己刺伤自己，嫁祸于你。所以呢？我已经和他说清楚了，从今以后再无瓜葛。总算还不是蠢的无药可救。无药可救，红妃，你说王爷他，王爷，你还这么年轻，膝下连子嗣都没有，怎么就要英年早逝了呢？你再多说一个字，本王保证，英年早逝的那个人就是你。你先出去吧，我要帮他缝合伤口。王爷还有救，谢天，我出去。
深着点啊！好了，谢谢。怎么了？还有别的伤处？没有了。在大夫面前，不能隐瞒伤情。真没有了。懂了，让我看看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这个地方神经很多的，不及时处理很危险的。把手拿开。别的事情都可以答应你，但这件事绝对不行。拿不拿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说不拿就不拿。我再问你一次，拿还是不拿？咱有事好商量，行不行？现在商量，晚了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你给我停下！在大夫眼里只有病患，没有男女。别乱动！你放开我！马上就好了。真的不可以！我可怜的王爷呀！你放心，我都已经检查过了，没有伤及要害，不会影响功能的。你闭嘴！该喝药了。你不必如此介怀，这对于我们大夫而言，只不过是一处器官而已，没有任何区别。可你在本王眼中不是大夫。本王满心满眼，已然全部都是你。你也没发烧啊，说什么胡话？本王是认真的。过去种种都是本王的错，若姐，原谅本王好不好？回到本王身边，本王发誓，从今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过去所犯的一切错误，都会好好弥补。咱们两个既然都已经和离了，像现在这样高过高的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以后这些话你也不必再说。皇后娘娘到。见过母后。母后，孩儿伤势如何？没有伤到筋骨，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多亏你了，有你这个王妃是孩儿的福气。母后，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晨曦医馆还有些事情，就先告退了。若姐，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您都知道了。楚王妃搬离王府这么久，本宫能不知道吗？都是儿臣不好，被人蒙蔽，其次伤害了若姐的心。本宫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千金易求，贤妻难得。像楚王妃这样的女子，是万万不能错过的。你既已知道错了，就去把她哄回来。可若锦似乎不愿回头，还请母后帮儿臣想想办法。没问题，包在本宫身上。本宫身子突厥不适，这大晚上把你叫过来，你不会怪本宫吧？母后您言重了，晨曦本来就是医者，这都是我分内之事。只不过母后这脉象看起来平稳，不像是有什么大事儿啊。那就是本宫过于紧张，草木皆兵了。那既然这样，晨曦就先告退了。现在宫门已落锁，今晚你们夫妇二人就留在皇宫过夜吧。可是就这么决定了，叫嬷嬷带他们去休息。
王爷、王妃，请吧。哎，江嬷嬷，江嬷嬷，你锁门干什么？皇后娘娘口谕，今天晚上您二位务必给她造个皇孙出来，否则就别想出这个门。什么？母后的办法也太简单粗暴了吧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不关我的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说吧，现在怎么办？母后年纪大了，着急抱孙子也是人之常情。既然已经这样了，不如就遂了他的心愿。遂了他的心愿。好啊。这么直接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你想什么呢？咱们两个做场戏，给母后看。哦，快叫！这种事哪有男人叫的？不叫。你叫不叫？啊啊！大点声！啊啊啊！没想到王爷平时一本正经，背地里这么狂野。看来还得来点更猛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总算是应付过去了。哎，累死我了。老规矩啊，我睡床，你睡地上。地上这么凉，本王的伤还没好，要是感染了风寒怎么办？那行，你睡床，我睡地上。哎，本王怎么可能让你一个女子睡地上呢？其实床这么大，睡两个人绰绰有余嘛。你想得美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脑子里面在想些什么东西啊？本王堂堂王爷，岂能做出那种下作之事？你放100个心，本王保证。都怪本王当时一时负气写下休书，才造成今日局面。王爷别急啊，要是能把休书拿回来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嗯。你在那儿干什么？没什么。拿出来，给我。你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就是为了到我这儿偷这个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可是咱们两个和离的证据，我可是得好好收着。哎！萧夜寒，
你有病吧？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休书了，你和本王和离之事一笔勾销。就算你毁了这休书，也改变不了咱们两个已经和离的事实。是不是本王哪里做的不好？你告诉本王，本王都可以改。过去种种都是本王的错，本王现在才看清了自己的心意，明白了自己真正该珍惜和重视之人。你如果对本王之前行为不满，至少给本王一个解释的机会，让本王重新证明自己。你就别再执着了，我们两个人的姻缘本来就是错误的，早一点结束，对我们两个都好。可就算如此，本王愿意永远错下去。我不愿意。我想要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而你是皇室子孙，注定会三妻四妾。我想要的是行医济世，快意江湖，而你注定会被卷入那些权谋斗争当中，勾心斗角。我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。你对本王难道真的没有半分情谊？没有。城市画卷，轻描淡抹伤痕的痕迹，爱如落叶雾飘散在时光的边缘。曾经执手，如今各自天涯。尘缘之谈，在夜风中轻轻低语。岁月如诗，诉说着无尽的思念。留下的痛，是我们爱唯一的纪念。回首间，那段情缘已过往云烟。尘缘之谈，在心底悄然回响。尘缘之谈，随风而起，忘却了红尘喧嚣。这个是我们王爷用暹罗国进贡的鸽血石亲手打造的，鸽血石坚硬无比，我们王爷用了足足8天的时间，用坏了9把锉刀，手都磨出了10个血泡才完工的。岁月如诗，诉说着无尽的思念。留下的痛，是我们爱唯一的纪念。回首间，那段情缘已过往云烟。尘缘之谈，在心底悄然回响。本王满心满眼，依然全部都是你。若若，若若，啊？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啊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上次托本世子找的商队，本世子费尽9牛2虎之力，找着了。真的？这里就是商队的秘密据点。狼红花、黑猪草、赤蛇豆，果然是这里。
本世子亲自出马，还会弄错不成？不过呀，你绝对猜不到这药铺背后的主人是谁。不是萧南阳，就是林月溪。若若果然冰雪聪明，正是他们。太好，这次有了这些证据，足够可以将他们绳之以法了。哼！我们在江州制造的瘟疫已经全面爆发了。太好了，本王这就进宫，去见萧夜寒前去赈灾。江州一城刘春是我的人，萧夜寒前去赈灾，轻则赈灾失败，大遭弹劾，重则染上瘟疫，有去无回。王爷，江州非去不可吗？有话直说。这次救灾是燕王极力推荐，上次他刺杀未遂，属下只是担心此行会有诈。江州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本王岂能坐视不管？就算前方是龙潭虎穴，本王都必须走一趟。不过，在此之前，本王要先去一个地方。王爷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若锦，她在吗？哦，小姐出门了，要不您进去等。罢了。王爷，属下查过了，这次瘟疫来得凶猛，整个江州至少有30%百姓都染了病，而且瘟疫还在扩散。江州医署是干什么吃的？这么多百姓染疾，你们就放任他们在街上躺着，不管死活吗？哎呦，王爷息怒啊！这波瘟疫病症复杂，传播极快，根本就无法防治啊！这些难民得了病，那只能怪他们运气不好。您冲下官发火，下官也无能为力啊！王爷，这个病在整个江州没人治得了。让我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治病要紧。小朱，银针。全身红疹，高热不退，这是西域的热窝病，传染性极强，需要立刻将这些病患拉到一处集中隔离。我会下好药方，交给江州的大夫们，到隔离点进行诊治。可是，他的意思就是本王的意思，你想抗命？不，下官不敢，下官不敢。哎，等一下，立刻将这些死去的患者尸体就地焚烧，还有。将街道每日3次用石灰粉进行消毒。按照这样的样式制作口罩分发下去，无论是否染病都必须佩戴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说的这些，本王立刻去办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自己小心点。你也是。大夫，为什么我们都被关到这儿啊？我想回家呀。大家听我说，把大家隔离到这儿，是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治疗，所以请你们相信我。大家一定会康复的。那我们只能安心的住在这里了。林大夫，一定要救我们呀！
小仔细点啊！王爷，休息休息吧，都好几天没喝药了，让我来吧。不必，那边连若锦都还在辛苦，本王何必休息？继续。外面情况怎么样？城内的瘟疫基本控制住了，隔离房里的病人服用了你的药方，也都在康复。这件事情多亏了你，不过你要注意休息，吃点东西吧。你别误会，本王没别的意思，就是不想你为瘟疫操劳，先把自己累倒了。谢谢。你也照顾好你自己。我看你最近好像都有点累瘦了。不碍事。那本王先走了。其实王爷不是最近累瘦的，自从他和您在宫里分离之后，就一直挂念着王妃，茶也不思，饭也不想，模样一天比一天消瘦。这次瘟疫您能来，王爷其实比谁都开心，只是忍着不说。虽然这段时间他自己忙碌，却还一直挂念着王妃。这碗粥，也是王爷熬了几个时辰没合眼，亲手给您做的。什么？江州的瘟疫已经控制住了？怎么可能？自古瘟疫都是灭城之灾，少则持续数月，多则几年。这次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被控制住了？千真万确，瘟疫刚爆发，楚王妃就下令将病患与正常人隔离开来，还搞出什么戴口罩、石灰消毒，而且听说他还弄出了治病的药方。现在江州城内的病人都已经逐渐康复，还夸楚王妃是神医呢。林若锦怎么又是他？这个奸人到底要坏我多少好事？快下去！是。现在怎么办？这女人医术极高，有她帮忙，我们辛辛苦苦弄出来的瘟疫，非但弄不死萧夜寒，还要白白给她送功劳不成？殿下别急，救人难，但害人容易。林若锦现在不是给病人开了药方吗？只要我们把他的病人偷偷弄死，再安排人手煽动百姓，让他们以为这一切都是林若锦的罪过，我保证，他这个神医会死无葬身之地。昨晚都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全死了？会不会是病人的病情又发作了？不可能，我的药方不会有问题。就算是病情发作，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死这么多人。
又被人动了手脚。昨天晚上谁来过这里？有资格进隔离房的人不多，一查便知。福叔，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一夜之间死了这么多人，而且全部都是穷苦老百姓，凶手不可能和他们有私人恩怨，所以只有一种解释，那就是有人不希望看到我们这么快的解决瘟疫，有人想要把事情闹大。大家伙儿，听我说，就是这个妖女，口口声声说要给我们治病，却把大家都给害死了。焚尸隔离，我看她就是要把我们全都害死。听我说，大家安静点，听我说。焚烧尸体，将病人隔离，全部都是为了防控病情。里面的病人原本马上就要恢复了，可今天为奸人所害，所以大家听我说，你们赶快回家去。回家去才能控制病情，要不然我们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。我呸！还被奸人所害！我看明明你就是杀人凶手。对，他就是杀人凶手，打死他！打死他！出去！打！打死你！大家保持冷静，大家保持冷静。本王理解大家的心情，但是请大家先保持冷静。林大夫医术高明，心地善良，这些日子多亏他辛勤忙碌，日夜不休，瘟疫才得以控制。他才是我们江州百姓的恩人，绝非妖女，更不可能是杀人凶手。不是他能是谁？凭什么相信你？凭什么相信你？本王愿意信任担保。此事与林大夫绝无干系，真凶我们正在调查当中，本王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，否则本王任凭各位随意处置。凶手已经抓到了。刘春，王爷，这个刘春已经全部交代了。昨天在隔离房害死病人的就是他。等属下赶过去的时候，这家伙正收拾行李准备逃跑呢。王爷饶命啊！王爷，各位已经看到了，真凶已经抓获，请大家听林大夫的，先回家去。本王一定秉公执法，将此人严惩不贷。大家先回去，先回去好不好？能这个心里一个，必须要严惩凶手啊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是本王的王妃，丈夫保护妻子，天经地义。萧月涵，啊，萧月涵，萧月涵。这是你们套中的同心结。你套中的这个可以送给本王吗？反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你喜欢就拿去呗。自从他和您在宫里分离之后，就一直挂念着王妃，茶也不思，饭也不想，模样一天比一天消瘦。这次瘟疫您能来，王爷其实比谁都开心，只是忍着不说。虽然这段时间他自己忙碌，却还一直挂念着王妃。你是本王的王妃，丈夫保护妻子，天经地义。你醒了？哎，我扶你，慢点。
你没事吧？这个你还留着？这是你第一次送给本王的东西，在本王眼里，这是最珍贵的。可是你与我已不是夫妻，你这么做不值得。在我眼里，只要是为了你，付出再多都是千之万之。你怎么这么傻？本王就是太傻，之前才会对你误会，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。如今，给本王一个机会，回到本王身边，重新做本王的楚王妃，好吗？这个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我凭什么信你？当然是真的。本王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肺腑，绝无半点虚假。行吧，我暂且信你。不过我可什么都没答应啊，日后还得看你表现。你放心，本王以后一定好好表现。王爷，若锦，我这是江州最有名的烧鸡，本王一大清早特地去排队给你买的。你最近辛苦了，来补补身子。太腻了，不想吃。有道理，本王也不喜欢吃腻的。来，试试这个银耳羹，清甜爽口，一点都不腻。这个太甜了，吃多了会胖的。胖点不怕呀，就算再胖，本王也一样喜欢你。怎么，你是嫌我胖？没有，本王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！这破银耳羹咱不吃了，咱吃点别的。王爷，你这也太舔狗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哦，没有，我是来禀报正事儿的。宜城刘春已经全部招供了，煽动百姓、杀害病人，甚至传播瘟疫，都是林月熙和燕王指使他干的。的确，我在来江州之前也查到了林月熙和萧南阳藏匿狐药的窝点，他们经常与胡人交易，所以能够找到胡人尸体制造瘟疫，的确不是什么难事。混账！为了争权夺位，不顾百姓死活，竟然干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，本王定不会轻易饶了他们。不过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想定他们的罪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能让他们狗急跳墙。不错，得想个法子，将他们彻底一网打尽。有了，引蛇出洞。既然萧南阳和林月熙想争权夺位，我们就必须给他们创造机会。只需要将京城的3大营兵马暂时调离开，让他们以为京城守备空虚，他们必定会忍不住动手。一旦他们动手，那就坐实了他们的罪名，任他们如何都不能再狡辩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刘春被抓，肯定会把本王供出来。这萧远寒还解决了江州瘟疫，等他回了京城，再去父皇母后面前告我一状，我就真的在劫难逃了。不会的，殿下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什么机会？起兵谋反。造反了！最近南线战事吃紧，驻扎京城的3大营兵马全去支援前线了。现在京城储备空虚，御林军的将领早已经被我们买通。此时谋反，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可是，不反就是死路一条，反了还有一线生机。
这笔账，殿下算不明白吗？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江州瘟疫顺利解决，朕心甚慰。来，作为庆贺，大家干了这杯。谢父皇。皇上，此次江州瘟疫来势凶猛，多亏了韩儿和若锦及时研制药物平息瘟疫，拯救了无数百姓生命。有这等王爷王妃，实乃我大凤之福。臣妾替皇上贺。儿，你夫妇二人做得很好，临危不乱，有勇有谋，堪为天下表率。多谢父皇。明日早朝，朕就传旨天下，封你为太子，楚王妃为太子妃。多谢父皇。慢着，父皇，儿臣反对。他萧夜寒根本不配当太子。论年纪，儿臣比他年长；论出身，儿臣的生母乃是世家贵女，而他的生母只是一个卑贱的宫女而已。他哪一点比得上儿臣？父皇如此草率的册立太子，不仅儿臣不服，文武百官也不会服气，还请父皇三思。最不配的人是三哥你，堂堂燕王，贪图私利，科举舞弊，动摇国本，甚至为了争权夺位，不惜将胡人带疫病的尸体投入水源之中，制造瘟疫，简直罪恶至极。科举舞弊案的罪证与瘟疫案的供词在此，请父皇母后过目。混账！老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父皇明鉴，一切证据都是他俩伪造的。儿臣一心为国，对父皇和母后更是忠心耿耿，天地可鉴。导致这萧夜寒，他处心积虑谋害儿臣，请父皇将他二人立刻抓下去。就凭你，也配提孝心？之前母后狐妖中毒险些丧命，幕后毒手不就是你吗？你这孝心可真是比毒蝎还毒啊！你胡说！城西有一间药铺，名义上是在销售药材，实际上是勾结胡人藏匿药材的窝点。而这幕后老板，不正是你萧南阳和林月熙吗？父皇母后若是不信，前人一查便知。科举舞弊，制造瘟疫，毒害皇后，居然都是你！逆子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林若锦啊，林若锦，本王还真是小看了你，居然连城西的药铺都能查到。是本王做的又如何？你们的酒里都已经被本王下了毒，不到1炷香的时间，毒效发作，你们都得死。到时候，别说是太子，就连这皇位，也都是本王的。你是说这酒里的胭脂红吗？一滴就能毒死1头大象，你还真是狠毒啊！不过你也不想想，我既已查到你藏匿药材的窝点，怎么可能让你们这么轻易的得逞？这不可能！三哥，不要再执迷不悟，一错再错了，赶紧向父皇母后磕头认罪吧。哼，认罪？可笑！本王承认，
你们的确有点本事，但你们以为本王的手段就只有这些吗？告诉你，我收买了御林军，现在整个皇宫都被包围了，守卫京城的3大营去了前线，现在整个京城都在本王的掌控之中，你们一个都别想逃！逆子，你竟敢谋反！谋反？谋反又如何？这个皇位就该是本王的，谁敢拦我，谁便死！谋反又如何？这个皇位就该是本王的，谁敢拦我，谁便死！三哥，你干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，就不怕被世人口诛笔伐、戳脊梁骨吗？我的好弟弟，难道你不知道成王败寇的道理吗？等本王登基后，便是万人之上，一言九鼎。到时候，谁敢讨伐朕，朕便诛他9族。来人，把这里的人都抓起来，谁敢反抗，格杀勿论。来人！来人啊！来人啊！真的！来人啊！都聋了吗？来人啊！启禀皇上、皇后，家父已经带领兵马回返救驾，所有叛军均已伏诛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以为京城守备空虚，却不知本王与世子，还有镇南王，早就做好联系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的计谋，萧夜寒。你好狠的心！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犯下如此滔天大错，竟没有半点悔过之心，朕是万万容不得你了。传朕旨意，燕王无德无能，不配继承皇室，从今日起，削除宗籍，贬为庶人，打入天牢，终身监禁。皇上，以燕王的心智，断然想不出这等恶毒计谋，定是有人从旁协助挑唆。皇上饶命，臣女什么都不知道，臣女什么都没做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所有事情都是按臣一人所为，不关月溪的事。逆子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三哥，你我都清楚，这所有的阴谋算计并非你一人所做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护着林月溪，任其逍遥法外吗？本王说过，所有事情都是本王一人所为，跟月溪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休想从我这里听到半句关于月溪的供词。燕王殿下还真是痴情，你觉得你这么帮林月溪顶罪，他会记你的好吗？本王跟月溪情深意笃，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。
那既然这样，我们不妨让燕王殿下看一出好戏，让你好好看一看这个白莲花真正的嘴脸。叶寒哥哥，月溪不想死，求求你救救我！哼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。姐姐，月溪知道错了，月溪不应该跟你争风吃醋，也不应该处处针对你。你想怎么反月溪都可以，但是给皇后下毒、谋反，这些事情都是萧南阳一人所为，月溪真的没有做过。叶寒哥哥，莲姐姐，请你们相信月溪好不好？月溪真的没有人可以依靠了。姐姐，若你还是不肯原谅月溪，月溪愿意领罚。你这样做何苦呢？毕竟本王和你有多年的情分，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丧命？叶寒哥哥，月溪就知道你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。你就在此稍后，本王这就去向父皇替你求情。萧夜寒，这个女人作恶多端，你到现在还要帮她，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放肆！本王行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介妇人来智慧了？行，你今天要是敢帮她，那我这个太子妃也不做了，你自己选吧。林若姐，是不是本王平时太纵着你了，才让你如此无法无天？今天，月溪本王帮定了。至于太子妃，你爱当不当。哎，都看到了吧？萧夜寒的心里一直都只有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斗？其实，在你心里，无论是萧夜寒还是萧南阳，都只是一颗可以任你摆布的棋子罢了。没错，男人算什么？萧夜寒的确是个好男人，不过他的生母身份微贱，萧南阳却是贵妃之子，更有机会继承大统。我当然要选他。只可惜萧南阳是个废物，害我白白浪费了这么多心血。没想到萧夜寒在你的帮助下又成了太子。以他对我的感情，只要我稍稍使些手段，最后太子妃之位还是我的。说起来还要谢谢你呢。可你这么做，有想过萧南阳吗？他为了你可是顶下了所有的罪名，现在被贬为庶人，你就一点愧疚之心都没有？那是他自己蠢，他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，他现在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在我眼里连条狗都不如，我多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。阴险毒辣，自私自利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你被揭穿了，会是什么样？揭穿？怎么？你还想报告啊？林若琪，你不会以为你说的话还有人相信吧？不用我说，你都替我说完了。进来吧。三哥，他说的这些你都听见了。殿下，殿下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林月溪，本王对你一片情深，甚至不惜为你顶罪，而你却只把本王当作棋子，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本王真是瞎了眼，会看上你这样两面三刀的女人。殿下，你听我说，是他们设计我，是他们。够了，林月溪，
我现在就去父皇面前，去发你的恶行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虽然不知道那家伙到底哪点比我强，但你既然选择了他，我只能祝你幸福。倘若他要是哪天敢欺负你，我就算是起兵造反，我也一定替你出这口气。再见。本王知道他对你还有觊觎之心，但这辈子，本王都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城市画卷，轻描淡抹伤痕的痕迹，爱如落叶雾飘散在时光的边缘。曾经执手，如今各自天涯。林小姐你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没空相亲。在夜风中轻轻低吟，岁月如诗诉说着无情的思念，留下的痛是我们爱唯一的纪念。回首间，那段情缘已过往云烟，尘缘之叹在心底悄然回响，尘缘之叹随风而起，忘却了红尘喧嚣，却难忘你的容颜。梦中的你我，江隔万水千山，泪光闪烁，映照古往云烟。你好，我是林若锦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回首间，那段情缘已过往云烟，尘缘之叹在心底